我叫裴谦，是一名打工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辗转过2个行业，跳槽过多家公司，遇上过极度坑爹的领导，也经历过职场的勾心斗角。还有5秒钟！每到周末，我都需要做出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。今天点什么外卖呢？午休了，来一把。哑巴！PPT 做好了吗？今天先提前罚我一份。为什么？不是下周3才要吗？怎么不能提前给我吗？哼，为什么要提前？你活不到下周3了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说好了的时间为什么要提前？既然这么有时间意识，迟到扣钱，加班为什么不给钱呢？赔钱你不想干了吧？不干就不干，记得给我N+1的补偿。要是不给，我就去仲裁告你。有问题吗 ？PPT 今天能给吗？能给，没问题。什么鬼啊！财运亨通，血本无归，什么垃圾！财富转换系统即将为您开启。谁在说话？什么玩意儿啊！谦哥，哎，谦哥，快醒醒啊！
马阳，今天是副院长的课，要点名的。第二天又是小蒋。哎，在这儿。走了。快点啊，裴谦，抓紧跑2步，还能赶上。我们可不敢给你喊到啊，被逮住了那可就惨了。嗨，我可是笑过你了，点名没赶上，你可怨不得我啊。啊！这里是大学寝室。副院长的课，还是大一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要不跟实践管理局反映一下情况？哪有这种情况啊？要不先去上课？不过我记得这个副院长虽然嘴上说点名，实际上从来没点过，反倒是有个看起来一团和气的年轻男老师。我不是想点名，就是想认识一下大家。到期末了，点名未到的全部挂科，满满的套路。我这都是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用什么办法能回去啊？为什么要回？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扭转社畜人生！财富转换系统正在绑定宿主，绑定成功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不是介绍过我是财富转换系统了吗？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名字太长的话，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瑞驰斯特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系统将为您提供初始资金，助您开启致富挑战。提供资金啊！你要是聊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。系统资金正在生成，个10、5万元。哇塞，发财了！盈余及亏损的转化比在中。什么饼？面请仔细阅读财富转换规则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系统都将为宿主提供一定数量的系统资金，该资金仅可用于公司正常的商业活动，不可挥霍。一段时间后将进行结算。相对于系统资金的盈余或亏损部分，将各自按照一定比例转化为您可自由支配的个人财产。为激励宿主专注于工作，宿主就可以通过公司账户直接向自己发放薪酬。哦，我明白了，5万只是启动资金，输赢都能赚钱是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哇塞，我已经准备好成为有钱人啦！正在随机生成盈亏转化比例。好，来吧。啊，系统是不是脑子有坑啊？亏损比怎么能比盈余比高这么多？那谁还挣钱？亏钱不就好了？不行，我不能提醒他。只要我把系统资金赔光，就可以等额转化为个人财产了。我简直就是个欧皇啊！亏钱可比赚钱容易多了，亏钱等于血赚呢。请您尽快进行下一步操作，完成公司注册。公司啊，可我还没想好干哪一行呢。房地产，5万块也不够盖房子的呀。哎，可以买房呀。按照规定，宿主必须从事正常、合理、合法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商业活动。规则还真严谨呢。哎，那我要是直接捐了呢？能把钱给我吗？请继续翻阅禁止条例。看来歪门邪道是不行了，必须找个能亏损的正经行业才行。那能给点时间让我再好好想想吗？想好了叫我，瑞驰斯特随时为您服务。哇，
科技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！信息技术已经这么成熟了。哎，都有这么高品质的游戏了。哦，对啊，我可以做游戏啊！想成功很难，想破产还不简单吗？更何况游戏行业烧钱这么快，实体行业赔了还能变卖固定资产，而游戏行业赔了那就是纯赔，一堆代码一文不值。只要我稍微改改成功游戏的玩法，不就稳定亏钱了吗？我想好了，请确认您选择的行业。游戏。请为您的公司命名。开公司嘛，谁都希望飞黄腾达了，那我就叫它腾达公司，能够飞快黄掉的公司。注册中，请稍等。哎，这不是这个腾，是那个谁的那个腾。公司注册完成。这都小事儿，又不打算把它发扬光大。系统特别提示：您不可以向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透露或暗示系统本身的存在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。好说好说，一定遵守。结算日倒计时启动。啊，才给我14天，哪够做一款游戏的呀？太过分了吧！天哥，喂，怎么就关机了？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什么关机啊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哎，兄弟，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嗨，别这么客气，有啥问题尽管问好了。你说，如果想要在10几天里做出一款游戏，是不是天方夜谭呢？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 ？ESRO， 你忘了？哦，这个机构可不只是负责游戏的监管审核，它还推出了简化的游戏编辑器，不会编程的也容易上手。哦，还有它的资源站呢，在上面可以花钱买到一些通用的美术资源、程序模板、设计稿。虽说都是一些较为低端常见的资源，但是10几天做出一个小游戏，绰绰有余。人呢？有这个平台，好游戏做不了，烂游戏还不是轻而易举吗？模板这么贵，5万块钱够不够做一款游戏的呀？哎，驾驶模拟类基础模板，2万，还附赠一套车辆内外贴图，嘿，就你了。场景模板嘛，挑个便宜的。不错。再来个环境变化的动态，再搞个电台音乐，还剩1000块，来个简单的排行榜功能好了。呜呼，正好5万块1分不剩。应该差不多了。不过这游戏的核心玩法到底是什么呀？赛车吗？赛车游戏是老牌经典的游戏模式。谁在说话？从暴力摩托到精品飞车，赛车游戏往往注重的是玩家间的竞速与对抗。模拟驾驶为玩家再现与真实赛车同样的激情与速度。别踹我呀！哦，是 ESRO 自带的 AI 介绍啊。很好，复杂的赛道，漂亮的赛车，还有竞速相关的玩法程序，这些成功因素我全都要避开。干脆搞个最无聊的玩法，就开车，从起点开到终点。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无聊到爆炸。开足8小时才能通关，这下玩家们肯定得骂死我吧？耶，完美。售价就定1块，定高的话，万一来几个二货，脑子一抽给买了，那还怎么亏？这个游戏我亏定了。
盯了1夜了，果然一个下载的都没有。5万块，我赚定了！天哥，土豆丝没有了，给你换了西红柿炒鸡蛋啊。谢了。哟，全是鸡蛋，今儿食堂阿姨手不抖了？抖啊，是我去的晚了，盘子里被阿姨抖得只剩鸡蛋了。看来我真是天选之子啊！下午没课，哥几个怎么说？人都在是吧？那来吧。卡黑，赶紧的，赔钱买药，快上号。我今儿不玩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补个觉。喂，赶紧上号，快！我门好。哎，你抓紧，磨磨蹭蹭的，去隔壁寝室喊喊人。哎，兄弟们，玩不玩神起啊？上号快点儿！开。哟，可以啊，马阳，没想到你现在的技术还是这么混呢。马阳，中路人没了，小心有走啊！我到下路帮忙去了。奶妈，快给我奶啊！哎呀，在 CD 奶不了，小心草丛！马阳，你怎么用脸他草丛啊？我真谢谢你啊！我去，他怎么把我杀了的？3个打1个还被反杀，菜！哎，马阳来上路，我还没发育呢。得了吧，你一直在混。来，烦死了！天哥，会不会吵到你啊？不会，你是不知道我有多怀念这种吵闹声。工作之后，以前那些没钱玩的游戏倒是全部都买了，只是再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玩了。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只要把系统资金全部亏光，就可以躺着赚钱，快乐的做一条咸鱼。耶！这第一笔的5万块钱应该怎么换呢？先去整一台高配电脑，出去租个房子，从此过上没羞没臊的咸鱼生活。那么本期的垃圾游戏大吐槽就到这里。如果各位观众爸爸们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一定不要忘记收藏、分享、订阅哦。我是 B 站游戏区的一名 UP 主，网名叫乔老师，也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游戏频道教父。因为每次的节目结尾时，我总要喊他们观众爸爸，挣钱嘛，不寒碜。我最火的栏目叫做垃圾游戏大吐槽，每期我都会选择一款垃圾游戏写文案、找素材、配音、找话题点。但因为栏目性质，我很少能接到恰饭视频，所以一直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要是有一天能凭吐槽垃圾游戏当上百大 UP 主就好了。孤独的沙漠公路，一趟思考人生的模拟驾驶之旅。这情节有点意思啊。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我思考人生。这直接就开始了。哇！哎，又转，我再转。我去！重来。累了，歇会儿吧。这游戏不能暂停啊！这游戏纯粹是在恶心人吧？我还真不信了。冷静。这都是为了工作。
想挑战我？我可是玩过上千款游戏的 UP 主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这种小场面我能 hold 住。坑爹呀！你是在耍我？这游戏太奇葩了，简直极品！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你想知道终点站的奖励是什么吗？很好，你成功激起了我的兴趣。你这是在玩火。我在干什么？我应该干什么？这游戏希望我干什么？一趟思考人生的模拟驾驶之旅。这游戏还真的能让人思考人生啊！宇宙是浩渺的，时空是无限的，什么游戏，什么 UP 主，都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。都关了，我居然真的都关了。8个小时啊，8个小时42分56秒，我坚持下来了。所以奖励是什么？恭喜你成功浪费了人生中宝贵的8个小时。坑爹呀！瑞驰，什么事？你把当前数据拉出来，我看看。好的，宿主。爽哦！哦，对了，这几天应该也有几个人下了游戏，系统资金应该也稍微有点进账才对嘛。ESRO 官方的游戏平台是每周分账一次，分成转账都是系统自动进行。目前分账还没有到公司账户。哎，你玩了吗？真是太上头了。哦，玩了呀。你通关了吗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！听说想要通关，至少需要8个小时。切，真没想到这样的游戏竟然会突然火了。哎呀，你要坚持下去，说不定后面还有彩蛋呢。真的吗？啊？不对呀，他们正在说的该不会是……哎，这位同学，不可能！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可能有8000多个人下载了我的游戏？而且这眼瞅着要破万呢！距离下次系统解散可还有10天呢！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官方后台出 bug 了？这样的垃圾游戏怎么可能有几千的下载量？是不是谁在整我呀？啊！乔老师观光团。乔老师。乔老师观光团加1，观光团，错了，还真有这种反人类的垃圾游戏啊！乔老师又是什么鬼？啊，你说乔老师啊？他就是我正在看的这个视频 UP 主啊。啊！垃圾游戏大吐槽第64期，我花了8个小时不停顿地干通了一款垃圾游戏，然而，这个视频啊，比他往期的都要火。播放量都破了20万了啊！马洋，放我看看。哦，你快乐吗？你充实吗？你欲求不满吗？如果是的，请答应千万别去玩孤独的沙漠咕噜好吗？好吗？我还从来没见过乔老师这么激动呢。这款游戏将成为史上最无聊的驾驶游戏，没有之一。全程8个小时，一眼望不到地平线，中途没有暂停键。一旦偏离，从头开始，甚至不跟你说抱歉。气得都压抑了。嘘，别打岔。我以为这已经足够这款游戏登顶极品榜首，万万没想到，当你通过的那一刻，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神来之笔。没错，通关奖励就是这行字。
这可真是天空飘来一行字，笑你浪费8小时。去玩吧，它会让你认识到游戏是一件多么荒废时间的事情。哇，好无聊啊！罪魁祸首。哎，谦哥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咱们也玩一下试试？反正才1块钱，也不贵。哎，你瞧啊，弹幕上说玩到第4个小时的时候，看向路边会有一个好玩的彩蛋呢。还有人说，如果连续通关3次，就可以解锁隐藏关卡。呵呵，要玩你玩吧，我还有事儿。情况严峻了，这样绝对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。怎么才能劝退这些玩家呢？哦，干脆直接在游戏简介里挑明算了。对不起，这真是一款非常垃圾的游戏。无聊透顶，一点儿都不值得玩，请玩家抓紧时间退款，谢谢。搞定。看在你的这声对不起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了。不值得退款，流程太麻烦，就当给制作者补高了。啊！我到底应该在简介里说些什么，你们才能退款呢？什么破玩意儿？这种沙雕游戏也能火？谦哥，上次乔老师吐槽的那个游戏你玩了没有？我刚试了几把，玩不下去。就是那个什么沙漠公路的，这游戏简直就是在故意恶心人。排行榜上竟然有人在这游戏里干了40多个小时，神经病吧？孤独啊！哦，对对对，孤独的沙漠公路，太坑人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货做的游戏，脏心烂肺。我说我孤独，我真没打算让你们玩啊，你们一个个非要去玩。很好，非常好，系统的5万本金回来，我就算挣1000，也只能到手10块呀。李总，这是本月1 SRO 网站的下载数据，您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。本月已经完成了15家游戏公司的收购，只有1家是刚成立不久的小工作室，我看不上眼。小工作室的第1款游戏就有这么高的下载量？下载量虽然高，但是他们的游戏定价只有1块，就算买下也挣不了钱。我对钱没有兴趣，我要的是垄断市场的快感。目光得放长远些，密切注意这家公司的动向。赵经理，李总，你看你又记错了。办事粗心的赵经理昨天被辞退了，人家姓钱。还是只注意这些无关紧要的细节。你也被开除了，钱经理。如何才能亏损？啊？垃圾送走。短短2周时间，孤独的沙漠公路销量竟然达到了20多万份，盈利7万，我个人才只拿700多块。哎，亏死了！恭喜！根据游戏行业大数据来看，腾达公司的第1款游戏已经超越了90%以上的竞争者，简直就是噩梦！10拿9稳的5万块没了！当前系统资金低于固定值，即将进行补充。啊，补充什么？系统资金补充完毕。啊！停！谁让你们这么做了？加钱我还这么亏啊！根据规定，每一轮挑战初始系统资金均有固定值，第2轮固定值为30万。由于您在第1轮之后系统本金和利润相加未超过30万，因此才会为您自动补齐。也就是说，我达不成亏钱的目标，钱也会越来越多，增加我亏钱的难度。30万
我的30万。可惜这些钱都在公司账户上，只能用于公司的商业活动。要是能转到我自己的账户里就好了。下次结算时间为30天后。第2轮挑战计时开始。忙活半天，结果只拿到700块，而且不管是亏是赚，还完全不影响下一阶段的起步资金。天哪！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同了，只要把系统资金全部亏光，就可以躺着赚钱，快乐的做一条咸鱼。没有快乐，只有咸鱼。不行，这次我一定得想办法把30万给全部败光，1分钱都不能剩下。天哥，下午没课，要开黑吗？哎，你怎么愁眉不展呢？是遇到啥感情问题了？不提也罢。来啊，今天陪你们玩一局吧。天哥来啦！我们一定打爆对面宿舍！来！没事，你这不太秀了。马阳，你人呢？老马怎么每次打团你都不在？别谈并线了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你真是……哇，黑圈1个人就拿了11个人头哎，牛掰啊！有什么用？不还是输了？啊，真可惜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谁叫我们一直都是4打5呢？马阳，每次我们抱团抓单，你都光顾着吃线。不是我们挑资源，你只知道偷野怪。哎，怎么都怪起我来了？天哥，你每次不能光顾着自己肥啊，你得 carry 啊！我还不够 carry， 我还要怎么 carry？ 是你太坏了，简直作业从队友后退100年！啊，对呀，你就是我非常需要的人才啊！你这是骂呀还是夸呀？一定是因为我太聪明了，想亏钱都亏不了。如果找个天生混子来帮忙，肯定能舒舒服服的把钱亏出去。吵什么？系统睡觉了。马阳这个天才混子，不正是我期待中的完美员工吗？他简直就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啊！哎，要什么？天哥，你到底要什么？要你！天哥，你要我干嘛你就直说行吗？你别这么看着我。这样的，我最近在自己做游戏，正缺人手，你有兴趣吗？做游戏？你该不会也是看了那个孤独的沙漠公路火了，所以心动了吧？哎呀，它之所以会火，完全是运气成分的。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个不靠运气的游戏。天哥，按理说咱俩这关系，我当然要无条件的帮你。可是搞游戏很烧钱的，更何况咱俩对游戏制作一窍不通啊。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其实我已经做出过一款游戏，还小赚了一笔。多少？30万。是什么游戏啊？孤独的沙漠公路。哎，哥们儿不装了，摊牌了。那个极品是你做的？是啊。哎呀，怪不得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原来是你做的。可以啊，谦哥，你简直就是做游戏的天才。行了，别放彩虹屁了。如果新游戏也被骂惨，你放心，不用你负责。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，谦哥。我这人没什么优点，就是靠谱。我正是相中了你这个靠谱的劲儿，好好干吧。另外，这件事你别跟别人说，其他人我都没找，只找了你。明白。
我这就去趟书店买些游戏方面的专业书回来学习一下。其实不用，他该不会遇到正事儿就变得靠谱了吧？很好，完全没变。还有，哇，准备的是真全乎，连以后可能得颈椎病都考虑到了。那是。马阳果然是我的最佳人选。大老远背回来这几本书，要说没用吧，好歹沾点边儿；要说有用吧，但是怎么没用呢？马阳啊，咱们是做设计，不是做程序的。现在做游戏都是用 ESRO 的编辑器了。哦，对哦，怪不得我说这些书都在打折呢。怎么办？打折书也不给退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买了，那就稍微看看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帮助的。你要不要看？我们可以轮流看。不用。高级编程概要。你最靠谱的一点就是你的不靠谱。睡吧，睡醒帮我亏光30万 ，so easy。独立游戏一般都很难火起来，更何况是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这种本身没有一点技术含量、没有一点可持续玩法的独立游戏。它能火，完全是极小概率的。所以第二轮继续沿用之前的思路是比较稳妥的。但是现在的玩家心中已经把腾达公司跟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捆绑了。如果再推出类似的游戏，玩家很可能出于恶搞或者戏谑的态度都来下载。看来得换，要么搞个大型游戏。区30万能做啥大型游戏啊？万一最后钱花光了，游戏成品没出来，将会被判定为违规行为。知道。有了！手机游戏玩家和独立游戏玩家不是同一个群体，所以他们不一定知道腾达公司。那就来做一款手机游戏好了。让我来看看做什么类型的手游最火。居然是卡牌！卡牌游戏起源于中国的叶子牌，经过历史的发展，从实体发展到了电子，最终出现了回合制集换式卡牌的模式。随着智能机的普及，也进一步带动了卡牌游戏的发展，卡牌手游成为新的潮流。发展这么好，那就不适合我。由于游戏编辑器的发达，很多独立游戏制作者都加入了卡牌手游市场的角逐，但大部分都是在头部手游 Q 去三国的基础上做换皮，没有创新可言，导致卡牌手游成为充满厮杀与竞争的红海。太好了，那我也来做个换皮卡牌游戏。皮卡？什么皮卡？马阳，起来工作了。三国卡牌游戏美术资源需求表。没错，咱们这次做游戏，不管是原画还是界面 UI 或者特效，通通定制。谦哥，有些资源网络上都有差不多的，随便改改就能用啊。随便改改怎么能把钱花出去？不，马阳，不要为我心疼钱。为了能做出最好的卡牌游戏，花再多钱都值得。都听你的。谦哥，赶快告诉我，接下来我要负责什么？你要对三国人物做全新的策划，进行颠覆式的改造。这样不好吧？魔改角色可是那些喜爱三国玩家的绝对禁区啊！没错，这样一来，玩家自然会破口大骂，怒而退游。不，马阳，所有伟大的创意在最初都是不被世人接受的，我们要勇于创新。话虽如此，可是我其实连三国的电视剧都没看。那不是正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了解就不会被人物原本的形象所束缚，反而能放开手脚。来，
现在就试试看，充分发挥你的想象。把关羽设定成一条龙。龙？绝了，真棒！再来。哦，把马超设定成人马，行吗？你自己看看，这简直新的不能再新了。那把周仓设定成龙女，把诸葛亮设定成大发明家，把黄月英设定成机械傀儡，把武松设定为老虎。那不是三国里的。哦，不好吗？你简直就是个天才，你知道吗？就按这个路子继续。好，马阳，恭喜你通过了试用期。试用期？我宣布，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腾达公司的正式员工，工资3000，月结哦。感谢裴总。李总 ，Q 剧三国的活跃人数持续下滑，为此我专门写了篇论文来分析这一情况，发现主要原因是游戏中抽中稀有卡的概率太低。概率低就对了，概率越低，他们就越想抽。况且卡牌游戏也没什么市场前景了，随他去吧。的确，卡牌市场已经是红海了。我的另一篇论文里也做了分析，但奇怪的是，咱们重点关注的腾达公司就准备涉足卡牌手游。了解到具体情况了吗？做的也是三国题材，可以说是毫无新意。我还有一篇论文里有具体分析。钱经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复辉资本的注意，有趣。李总，目光短浅的钱经理已经被辞退了，我姓孙，您可以叫我小孙。孙经理。Q 剧三国的题材是我选的，你觉得没新意是吗？自作聪明，你也被开除了。曹丕设定成触手怪，李牧设定成屠龙萝莉。多么天才的胡扯淡呐！等马阳的方案一出，这个游戏好像就已经失败一大半了。再来找个新手画师乱画一通，这游戏的原画还能看。这次绝对能亏光30万。要是再赚，我就把名字改成第二声，以后干脆叫我赔钱好了。谦哥，你给我1个月开3000块钱，还请我吃饭，太感动了。这算什么？下次我带你出去吃烤肉自助。要不是系统认为你的能力只有3000，我还想再多给你一点。谦哥，我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你说我们把所有三国武将全都做成女性怎么样？不想。又是你们俩在这搞事！怎么不行啊？你不是说要颠覆吗？因为三国武将性转这个思路早在动漫作品里就有过很成功的先例啊。游戏这样做很可能引得宅男们疯狂下载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因为都变成女的，人物就失去了特色嘛。对哦，那还是算了。差点出纰漏，幸好秦哥提醒我。这也能搪塞过去，幸亏马阳脑子不好使。原画的好与否是决定一款卡牌游戏失败与否的重要因素。失败？
原画的好与否是决定一款卡牌游戏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。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大臭来画呀？不行！对呀，青哥，小心点。年轻真好啊！知名大厨的名气在那儿摆着，到时候万一给游戏起到了宣传效果，那可得不偿失。马阳啊，不用说，我懂，你是怕大厨抢尽风头，导致没人关注我对角色的颠覆性设计。青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你这么想好像也对啊。好，那咱们就找那种没名气但是画技了得的，好让我的设计大放异彩。绝对不行！放心，我在。卡牌手游最重要的就是一张皮，这张皮要是做的太惊艳，再垃圾的游戏也有可能赚到钱，后患无穷。马阳啊，啥也不用说了，我都懂。虽然这是一个卡牌游戏，但你还是希望玩家能够享受游戏的过程，而不是以集卡为目的。青哥，你对玩家太用心了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不找画师，我来画。开什么玩笑？不会啊，我玩你画我猜都已经满级了。不行，有规定不能采购明显品质过低的商品和服务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一出手包你满意。别有，我有现在有个更急的事。啥事啊？先把他救上来。什么玩意儿？总之这事儿你就别费心了，我已经有心仪的了。昨晚我在 ESRO 平台上找到了一个新手画师，这是他的作品。画的倒是不错，可怎么都是 Q 萌风格的，没有写实的吗？没有就说明他很可能不擅长。你想想，让一个画 Q 版的画师去画写实的，会是什么结果？会画的不怎么样。没错不是，是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、别具一格的原画。哦，有道理。啊，这样就被说服了。这个画师叫啥？我这就帮你联系他。他叫阮什么来着？哦，阮光剑。哎，注意形象，首次谈判要给外包人员树立信心。哦。你好，阮光剑，我就是上次跟您联系的小马，这是我们裴总。我们公司现在正在筹备一款卡牌手游，想向您定制一批原画。你好啊，润。要多少张？具体有什么要求？一共是50个角色，每个角色一套原画4张，美术风格上不要 Q 版，其他随意。不要 Q 版？为什么还找我？我觉得你很有潜力。好，价格的话一套2000 ，OK 吗？一套2000？你个新手画师竟敢狮子大开口！那岂不是说一张才500？这价格也太低了啊！我们这次要做的是那种敢于打破常规的风格，难度非常之高。你的意思是2500，够不够？哎呀，3000，3500，够了。好，那就3500一套。不合理抬价，系统警告。当然了，后续修改的费用也要包含在内。好，一定修到你满意。价格合理，警告撤除。包含修改费用，但我可以选择不修啊！咱们现在就把电子协议给签了吧。好了。我就喜欢爽快的人。
可以把具体需求发我看看吗？发过去了。这需求表有问题。怎么说话呢？我辛辛苦苦的。这需求表的确是有那么一些小瑕疵，你不要因此感到拘束，尽管敞开了画，随意设计。还是给我个标准吧，以免回头又扯皮。你的设计想法就是我的标准，我相信你的艺术水平和专业能力。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我愿意试试。得嘞，不过档期有点紧，只有2周。交给我吧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拜拜。终于结束了，想不到我这个社恐还有找人抬价的一天。不对，好像我才是被抬价的那个。老黄老周来活了。切，这个软光剑好拽啊，对客户态度真差。嗨，人家可能只是内向，不善于表达。我反正不待见他。老马，接下来验收原画的工作就交给你，我还得设计玩法，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。原画我就不管了，全交由你负责，拜托了。金哥，你别这么客气，这事交给我，我一定盯紧他。让不靠谱的马羊去盯社恐的软光剑，这还能画出好东西才怪呢。不过，除了原画，怎么才能进一步确保它亏钱呢？有了！想把一款游戏做砸，得综合考虑。首先定价，你就得比行业标杆再翻一翻。Q 去3国的售价是5块钱，那咱们就定它个10块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劝退一波。10块10块，大的10块，小的10块，统10块。剩下这些个不听劝的，就得从用户心理层面下手了。卡牌游戏拿什么拴住玩家？就是拿怎么都抽不到的稀有卡。那咱们就设置一个永久会员，享有无限抽卡的机会。让他们越玩越无聊，想给藤甲送钱，门都没有。嘿，我简直是个天才！哟，玩法上果然是借鉴了 Q 去3国，但是只有最基础的东西。哦，原来是其他公司的失败作品。哼，如此寒酸，我很喜欢。好，买了。哦，好土的音乐，买了。这个界面 UI 好难看，买。多么老套的技能系统，还有这蹩脚的战斗特效，买了。这份需求表完全就是在自嗨嘛！除了名字以外，跟3国人物完全对不上号，有动物，有性转，还有变高科技，整个一大杂烩。而且这些描述全是废话，比如写关羽，什么叫作为龙族武圣的他，对战斗与杀戮的理解与普通人完全不同。怎么个理解不同嘛？我完全不理解啊！还有这。说诸葛亮的研究遍及气象武器、自动载具、机器人等多个尖端领域。我去，这甲方是不是缺心眼儿啊？有可能，从他反向砍价这一点就能看出来。等等，该不会是故意来耍我们的吧？不可能。人家预付款都打过来了，我还是觉得这事儿不靠谱，要不算了吧。老黄，你糊涂，难不成你们还想继续画那些 Q 版？你们的艺术追求呢？客户明明可以将预付款先打到平台上，等我们交稿了再确认转钱，但人家怎么做的？二话不说，直接打到了我的银行卡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份信任。通过这一点，就可以看出客户一定会兑现他之前的承诺，完全放手。让我们自主设计，人家花钱让咱们画自己想画的东西，这难道不是一个大好的机遇吗？我们要抓住机会，凭这套原画一战成名。说的也是，谁愿意完全按照甲方的框架当个民工画那些传统的东西？行，软光剑，我
都听你安排。你打算画成啥样？史诗水墨，油画风，就是你自创的那种风格。这风格会不会太压抑啊？你们没发现吗？需求表上那些非正常人类的设定，成就了一种史诗感，这简直是和我的画风不谋而合。但是这个风格我俩画不来。不用担心，我来做所有的形象设计和线稿，你们来完善。时间虽然很紧，但咱们一定要按最高标准，把这个活给它漂漂亮亮的完成。好。关羽的4张线稿好了。好。我一定不负所托。大功告成。秦哥，软光剑交稿了，没想到效率还挺高，提前1天就完成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？你验收就行了，没问题就直接放进去吧。行。对了，秦哥，游戏还没取名字呢。起个什么鬼名字呢？要不干脆就叫鬼将吧。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是市场能不能接受呢？要不……哎呦，来不及，走了。这样。谦哥，昨晚我把鬼将跑了2遍，没有发现什么 bug， 是不是可以发布了？差点忘了，今天就是原定的上线日。好，我一会儿就上传。游戏简介就写，这是一款平平无奇的卡牌游戏，怎么样？你这是逆向思维营销啊！营销？我才不打算做任何营销的，这才能确保游戏失败。等30万全部转换成个人资产，那就是一个爽！哎呀，又输了，能不能认真一点啊？我很认真了，谁知道辅导员突然来电话，总不能不接吧？太空了，只要有你在，开始输一半。马呀，原画的精细度怎么会这么高？什么原画？这是什么？鬼将的原画呀！你是不是盗了别人的图？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啊？况且软光剑画的这么好，有必要盗图吗？这真是软光剑画的，仅用了10几天画的。谦哥，我们这回捡了个大便宜了。你瞧这精细度，你瞧这用色，你瞧……我瞧什么瞧？傻子也能看得出来，这画的是极好的，肯定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。那你怎么还不满意啊？我是无语。3000多块钱能买来4张这样的原画，软光剑不是血亏吗？谁能料想到，随手找到画 Q 版的画师，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啊！而且他还不计成本的给我画，真背！原来你是觉得亏待了软光剑啊？那要不我们再给他补点钱？我想找他把钱要回来。哎，你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哦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会不会是因为钱都用在制作上了，如今没钱做宣传，所以他这么郁闷啊？哎呀，刚才我还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早知道软光剑能画出这种水平的作品，我是绝对不会找他画的。哎，仔细想想，多少优秀的作品最后都扑街了。市场嘛，往往是不讲道理的。从 Q 去三国可以看出，这个世界里玩家的审美倾向是 Q 版。为什么我的原画没人喜欢？哈哈哈！游戏亏大发啦！
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了。秦哥，才上线1天就已经有100多人下载了。不对呀，怎么是100多条差评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所有下载的人都给了差评，甚至还开了骂鬼将的帖子。玩法太单一了，真无聊。界面还能再难看一点吗？就凭如此不用心的音乐和特效，鬼将值得1星差评。原画不喜欢，还是 Q 区三国的 Q 版画风更适合这类型的游戏？我猜的没错，他们果然不喜欢阮光剑的画风。秦哥，你别太上火啊！这很明显是有人买了水军来黑我们的啊？是吗？谁会这么做？恩人呐！照这样下去，就没人会下载我们的游戏了。跟这帮水军拼了！我要把差评一条条怼回去。哎，不跟他们计较，发1条才赚5毛，他们也不容易。何况差评还在增加，你也怼不过来啊。哦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秦哥好坚强啊，能做大事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我要向他学习，不把这些当回事。裴总对原画有修改意见吗？他很满意，不需要修改。替我祝贺裴总，游戏上线。好的。还不知道你们的游戏叫什么呢？鬼将。这次真是遇到天使甲方了，主动加稿费，设计还随便我们来，画完了也不用修改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不过这也说明了你拼命干出来的原画品质过硬嘛。阮光剑，你这回是遇到伯乐了。游戏的简介为什么要写这是一款平平无奇的卡牌游戏呢？难道我们的画作还不够惊世骇俗？嗨，反向营销手段罢了。越是这么说，越让人好奇啊。说起来，目前还没看到过这游戏的推广哎。可能是才上线不久的原因吧。哎呀，放心了，哪有不做推广的游戏公司啊？这游戏是腾达公司做的，就是出品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的腾达。你签合同的时候没注意是哪家公司吗？合同是 ESRO 平台作为媒介来签的。怪不得呢，别人家的游戏至少得测试个3、5天，这款鬼将我们才把原画给过去，他就马上提审了。看来腾达公司是一贯不按套路出牌。哼，我记得你以前还吐槽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开发者脑子进水了呢。先玩2把看看，再怎么说，这里头也有我们的心血。都是些基础玩法，跟其他卡牌游戏比起来要简单，玩家容易上手，不错。这么完美的原画是谁画的呀？原来是我呀！不愧是我。啊！竟然在我的原画上还加了特效，这样一来，融入感更强了。啊！低调的界面特效和简单的音乐，一点都不会喧宾夺主，完全突出了漂亮的卡牌。哇，稀有卡！2张都是不折不扣的稀有武将，这在同类的其他游戏里是超难抽中的呀！可能是因为目前还在测试阶段，数值表乱配，所以抽到的概率偏高吧。啊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妈呀！鬼将的游戏商城里怎么只卖1件商品，还是张便宜到爆的永久会员卡？是不是因为处于测试阶段？正式版应该会加的吧？
这就是正式版啊，而且以后也不打算推出新的商品，只要买了会员卡的，每天可以10连抽2次，抽中稀有卡概率很高哦。10块钱的售价和最高30块钱的内购，这样你们公司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也不明白，这都是谦哥的主意。他说玩家们已经花了10块钱买了我们的游戏，不能再去开太多的内购了。他原本连会员卡都不打算卖的，不过后来想了一下，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玩家需要，这才给加上的。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良心的游戏开发商！我猜谦哥是要让普通玩家都能享受到抽稀有卡的乐趣吧。早知道裴总是这样一个有理想、有性格的人，当初原画的报价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往上加钱的。谦哥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游戏制作里，结果发现没钱做推广了。前2天他还因为这事儿着急上火，跑到楼下捶树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还以为腾达公司财大气粗，原来根本不是这样啊！想想也是情理之中，他们之前就只推出过1款游戏，售价仅1块钱，能赚到钱才怪呢。其实研发资金这么紧张，裴总也不忍心亏待大家，太诚意了。竟然真有人做生意不为赚钱？哎，我看裴总是志向高洁，不想赚那些黑心钱。可惜了。再良心的游戏，没有钱宣传的话，根本火不起来。兄弟们，鬼将现在需要我们。观众朋友们，鬼将现在是100%凉了。上线已经很多天了，一个新增下载的都没有。再过几天等系统结算，30万轻松到账。真想大声地说，我赔钱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咱们游戏一夜之间下载量突然破万了。这游戏压根就没有曝光渠道，哪来的下载量？可能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不仅火了，而且都是5星好评哦。是第一次经典的原画，游戏才卖10块钱，简直是太良心了。从原画就能看出，是一款诚意满满的卡牌手游。因为原画慕名而来，没想到游戏本身也很赞，没有任何充值和消费陷阱，我简直惊了。没想到三国人物多种情况人家只是套了个通用模板的游戏，为什么会火呀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怎么玩之前就都知道原画很棒呢？是他！喂，哪位？阮国建，你是不是在网上给鬼将做宣传了？裴总，你好。你帮鬼将做宣传了？不过几手之劳罢了，裴总不必记在心上。有了，我有个业内大佬的聊天群，我可以去求求那些大处帮忙宣传鬼将。他们平时做推广都是明码标价的，非亲非故的要他们无偿宣传，人家肯吗？其实鬼将上线之后，我就把原画发到那个群里去了。你们听，光影、造型、细节都绝了。戏法这么先说，表现手法很独特，那我是什么呀？形象颠覆又不会觉得突兀。东方元素设计的很高级，有水墨的意境，又有这就是天分呐！老弟，毕业后来我们公司呗，薪酬待遇绝对高于呢。这套原画如果能做成游戏，审美本身就是相当主观的，但没想到这组原画却受到前辈们一致好评。作品被业内认可，真是件值得炫耀的事。我倒不想炫耀，我只希望鬼将能被更多人看到。可你不是最不喜欢社交吗？你开得了这个口去求他吗？为了裴总，我
愿意。各位大佬，一组原画是我为一款叫《鬼将》的游戏设计的。该游戏公司倾注所有资金在游戏的研发里，导致没有经费做宣传，销量惨淡。市场不应该让这样有良心的老板亏钱。我在此跪求各位大佬助一臂之力，为《鬼将》宣传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后来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游戏就火了。咱俩不过是单纯的金钱关系，你犯不着费力帮我吆喝呀。我的原话不算什么，游戏本身才是收割玩家好感的关键。你要是不帮着宣传，哪里会有人知道？哪里会有什么好感嘛？是您的精神打动大家了，他们才愿意帮忙转发。你说你管这么多干嘛？画完原画拿了钱去吃喝玩乐不好吗？我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你亏钱。你这么一搞，我亏得底裤都不剩了。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。谢谢，我代表全家好好谢谢你。裴总，您真的太客气了。裴总这个人太真诚了，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谢意。君子之交淡如水啊，能够跟裴总这样优秀的人合作，真是太好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逆袭吧？怪不得之前游戏被黑的时候，谦哥一点也不慌呢。看来一切都尽在他的掌握呀。之前到底是谁买了水军来黑我们的呢？看来鬼将一定会超越 Q 区三国了，准备把 Q 区卖掉。前期我们买的水军起到了很好的破坏效果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他突然就火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，他们是故意选择三国题材的，目的就是要证明给我看，即使题材撞车，他也一样可以做得比我更好。李总，您的意思是？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我。收购腾达的计划可以提上日程了，孙经理。李总，肤浅狭隘的孙经理已经被辞退了。我是白嘉兴，随便您怎么叫。您好，我是 ESRO 专属客服，恭喜您，贵公司的游戏《鬼将》目前已获得本月最热心的推荐。有人吗？在此期间，请尽量不要更新版本，以免 bug 对游戏体验造成影响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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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没人，没人。能不能麻烦您把游戏从推荐榜上撤下来？啊？上推荐榜是因为游戏下载数据可观，不会向您收取费用的。不是钱的事儿，这么好的位置，还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。您的这个要求我们还真从未遇到过，要不我帮您向上申请一下。向上申请就会暴露是我主动要下榜的。见笑，涉嫌违规。不用了，在榜单上待着吧。再见。我要求调整转化比。我就知道。啊！又到了结算的时间节点了吗？我都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请问是否进行结算？哼，我说不进行，你听我的嘛。现在开始结算。噔噔噔噔。
我的心态要崩了呀！做梦都想不到烂大街的卡牌游戏这么能赚钱，上线仅1周就回本，还净赚20万！除去成本30万，系统在此轮净赚214723块5。根据转换比，宿主个人财富增长2147块2。恭喜您！不，应该我恭喜你。合着我忙活半天都在帮你挣钱呗。下一轮系统初始资金为50万。目前系统资金高于50万，所以不做补充。挑战开始计时。现在2款游戏都在持续产生收入，这意味着我就是使出吃奶的劲来赔钱，都不一定赔得掉了。结果你每次还要对系统资金进行补充。更正，此次目标金额已达到，没有进行补充哦。我是说你有加大投资的贼心。鬼将进账1000块。我要求从下一轮开始取消对目标金额的补充。打命！果然。既然腾达这么希望我注意到他们，我就满足他的心愿好了。对我来说，钱多了就是个包袱，还不如花出去。把腾达买了吧，多少钱我都出得起。不如意啊。难不成我应该转换一下思路，考虑一下怎么赚钱？不行，前2个游戏的成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，更何况盈利的转化比才100比1，性价比太低了。喂，哎，钱哥，好消息啊！富辉资本想要收购咱们公司。真的？好。好了，我知道又是拒绝嘛。拒绝？哎，对方说价格还可以谈的。拒绝。对方又追加了5000万。哎呀拒绝。又追加了5000万啊！拒绝，让他别再说了，再说我会受不了的。好吧。哎，对方说改为投资也行。投资？现在这么多钱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了，还要投资？谦哥，你真是语出惊人啊！那我就回了对方了。哎，等等，马阳，你去问问他们一件事。拒绝投资，你确定？他不仅拒绝，还要投资我们。什么？还投资我们？羞辱！这是赤裸裸的羞辱！赔钱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还有肉呢，我刚煮肉。啥也不说了，谦哥，以水代酒，我敬你。谦哥，怎么感觉你心事重重呢？游戏火了，你一下至少赚了几十万吧，还有啥好烦心的呀？保守估计，2款游戏加起来3个月的净收入至少600万，3个月内怎么才能花掉这么一大笔巨款呢？今天这顿说什么都得我请，别跟我抢单啊！买单！当然得你请，1个月3000，比我这个做老板赚的还多。没吃啥东西，怎么这么贵啊？谦哥啊，这顿饭能不能算到我的报销额度里啊？
报销？啊，对呀、你等会儿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没听电话响呀，他不会是想逃单吧？瑞驰，斯特，刚那顿饭能算作公司内部团建报销吗？根据系统条例，请求合理，批准报销。啊，那我日常花销是不是也可以报了？啊？不符合规定，系统拒绝。钱还是得进自己口袋里才花得自在。这顿饭可以报销。哎，那谢谢谦哥了。IBMM 发布专家集成系统，该系统专为云计算而设计。哇，科技进步真快啊！等哪天咱们能做出款复杂的大型游戏就好了。就凭咱俩怎么可能？咱们俩做不了，可以扩大公司规模，找更多的人一起做呀。哎，好主意！人多力量大，做出来的游戏一定很棒。管它棒不棒，重要的是扩大之后运营成本就上去了。什么房租、水电啊，用品采购啊，员工薪酬啊，还有报销啊，这么多琐碎的事，想想好麻烦呐。哎，你会开公司吗？不会啊，你会吗？哎，不会。正经人谁会开公司？我们去找个会开的呀。哎，后天下午没课，陪我去趟猎头公司招人。好嘞，我现在可是干劲儿十足啊，就盼着有朝一日腾达能取代天火工作室，成为行业巨头。哦耶！喂，我是周慕言，淘汰名单我看了，0晚留下，其余的按照制度全部辞退。进来。周总。啊，0晚呢？找我什么事？我要辞职。啊？是有什么不顺心的吗？是的，我认为天火工作室不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，继续待下去只会浪费时间。不过，还是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。李总，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终于完成了。放心，他以后一定不会再坚持什么游戏梦，会回去接管家业的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久等。嗨，二位是来投简历的？是不慌，我们裴总是来招人的。大学生创业是吧？创业不容易啊。建议你要么去网上招聘，或者在学校找几个同学一起干。招人不一定非得来我们猎头公司嘛。啊，我急需找一个能帮我管理公司的助理，你们把关的比较靠谱。您知道找我们猎头公司是需要费用的吗？是当然知道，我们这个助理，我可以给他40万年薪。哎，谦哥3-4啊！给裴总拿水果。都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叫 Lawrence， 很高兴为您服务。捞经理是吧？这个助理岗位你有合适的人推荐吗？你能说说具体要求吗？是更偏向于行政秘书呢，还是商业精英呢？有区别吗？有呀，前者执行力强，主要负责 BOSS 无暇分身的琐事，而后者呢，在公司各项决策上能辅助 BOSS。前者，助我决策不就等于阻止我亏钱吗？没门儿！好的，这边有个履历很不错的男秘书，您看。我要女秘书。
我对男秘书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一丁点兴趣都没有。漂亮的女秘书多好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让我的心情保持愉悦。啊，男人会影响你工作 ，I got you。这边正好有一位完全符合您的要求，请看。新海路学历过硬，精通3国语言，还懂财务、法律的相关知识，谈吐和气质那更是没话说的呢。他之前是在知名外企里做总裁助理，那么好的工作，干嘛离职啊？唉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总之，现在对夏家的选择很慎重，我们给他推荐了好几家公司，他都因为老板是男的而拒绝了。总算如今遇见了您，简直 perfect。我不是男的吗？您当然是，但您不一样嘛。放心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老板的事不该问的不问，该问的也不问。就他了。网游快讯：近日，一款名为《鬼将》的手游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突然风靡。目前这款游戏无论是活跃人数，还是玩家满意度、留存度方面，都远高于卡牌手游创始者《偷去三国》。鬼将的横空出现，激活了一直低迷的卡牌手游市场。据业内人士分析，鬼将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姑娘，别听新闻胡扯。鬼将就一很普通，甚至很无聊的游戏。你才胡扯！你知不知道，鬼将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单纯为了挣玩家的钱，而是敢于创新，打破市场的常规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游戏。鬼将在设计的时候真的没想这么多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设计的时候你在吗？黑总，我约新海路明天下午2点跟您见面，您看合适吗？越快越好吧，我急着租个办公场所。最重要的是，鬼将低廉的售价以及内购，被玩家誉为史上最良心。你好，女士，是来找工作的吗？是的。简历带了吗？想从事什么行业？预期薪资多少？我已经有目标了，是一家叫做腾达的游戏公司。只是我在网上没有看到他们的招聘，也没找到公司地址，所以想来这边问一下。腾达？刚刚和你说话的那位就是腾达的裴谦裴总啊。将引领网游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，促进更多谢谢啊，推出公平的、轻松的产品。裴总您好，我是新海路。你好，请坐。你的情况 Lawrence 跟我说过了，虽然是初创公司，但已经小有建树。裴总真是年轻有为。谢谢夸奖。尤其是您对男秘书一丁点兴趣都没有，这点深得我心。想必我的资料你也已经看过了，单从业务方面考虑，我绝对是你最佳的助理人选。希望今后合作愉快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了，我一定好好干。不对啊，我才是老板吧？是啊。我对你很满意，但只有一个要求。您讲。只有在我向你咨询的时候，你才能提供建议，其他情况下你都要保持沉默，有时候甚至要做个工具人。当然，这是一名总助的基本职业素养。合作愉快。今天我就可以去您公司上班了。不急，我还没有办公场地。这是我们神华好景视野最佳的楼层。大是大了点，你也可以只租部分。不错。这里是全市最贵的写字楼，没错吧？是的，在咱们这种2线城市，没有比它更好的了。这一层我都要了。哎呦，老板真是爽快人啊！如果您是初创型公司，根据相关优惠政策是可以只押1付1的。这层多大？
差不多3000平。日租金多少？4块每平，1个月36万。但是整租可以按照3块5每平给到您。的确是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地段优越，而且自带超高档的精装修，1分钱1分货。太便宜了。便宜？哎呀，你们也不容易，4块的价格已经很低了，不能再降。绝对不能降！鬼将的热度还没降，房租怎么能降？老板大格局啊！好，准备合同吧。押金加上第1个月房租，70多万瞬间就花出去了，爽啊！裴总，租赁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我还整理了一份办公用品采购清单，您看一下。新助理，你要知道，好的工作环境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，也能提升我们的公司形象。您的意思是？太便宜了啊！那您的预算大概多少？200万。警告！系统警告！系统警告！系统警告！有点夸张了是吧？那150万？100万？系统警告！80万总可以了吧？您是在问我吗？80万的办公配置已经是特别好的了。那就按照80万的标准去配，用得上的东西、用不上的东西，全都用最好的。首先，办公桌椅一定得高大上，员工们每天一坐就是8小时，必须得舒适。然后是电脑，得最高配，还得是双屏，绿植也得有，美化环境，还能净化空气。会客厅搞一套高档茶具，好茶叶买它个7、8种，招待客人用。茶水间里吃的喝的要应有尽有，员工的下午茶不能间断。会议室改成影音室，要按摩沙发。以后大家开会就在这儿开。裴总，我能提个问题吗？不该问的不要问哦。我是想说，您光为员工们着想了，那总裁办公室什么都不需要吗？哦，哼，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按照我这个思路，剩下的你看着办。明白。按照您的思路，我为您租了这套2居室的公寓。哦，也是啊。以后加班出差什么的，宿舍关门我就进不去了。租房子合情合理，没有警告。裴总，我拟了一份招聘需求，请您过目。那太苛刻了，这还有这条都去掉。按这个标准招来的全是精英，那不是会影响我的计划吗？这些要求如果去掉的话，招来的人还会做游戏吗？对哦，招来一群门外汉，结果游戏没做出来，也是违规啊。看来得从长计议。技术岗位的我亲自招聘，其他的你来，但是工资得我定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去处理。您的行头是不是要重新置办一下？啊？买衣服可以报销吗？当然。虽说游戏行业对着装不是很看重，但是一套得体的西装是谈商务时的刚需。何况您又年轻，换身行头更能镇得住场。既然是为了工作，那就可以报销。呀哈！竟然是可以花系统资金，那就买。租办公场地一下子花出去70多万，以后的每个月还要再支出30多万。办公用品、买衣服、租车、租房子等等开销加在一起将近100万。这样下去亏损有望，陈国喜人呐。另外，人才才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。想要亏钱，一个像马阳这样的亲信是不够的，我需要再找一个马阳这样的人才。哦，能搬动他出山，大事可成。网管，加时间。哎，包旭在不在？包旭？哦，你说包旭哥吧，在。这个神人哪天不在啊？谢谢。他好帅啊！真像是电视剧里走出来的霸道总裁呀！包旭这个名字在我们学校无人不知。大2那年，他
他就因为成天打游戏，挂科太多，被学校劝退。后来就一直以代练为生，在网吧一住就是3年。招这样一个骨灰级玩家来做员工，合情合理吧？最关键的是，他游戏玩得好，还不懂设计，那不就是一定能把事情搞砸吗？哎，包旭，包旭，我这儿有份工作，你愿不愿意干？懂我管吗？没兴趣。是做设计师，自己设计一款游戏。别拿我开涮。喏，这是预付工资。公司里电脑都是最顶配，双屏显示器，游戏随便你玩。可我不会做游戏啊。但是没人比你更懂做游戏。你对现在这些游戏满意吗？你难道不想做出一款你认为最完美的游戏？信封里有我的名片，考虑清楚了联系我。不用考虑了，我愿意出山，去你公司上班。好，拿上这笔钱去好好洗个澡，买身干净衣服。2天之内去公司报到。我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。哎，开个公司花钱就是快，这才2周就已经成果喜人了。有了马阳和包旭2位得力干将，我的左膀右臂都来了。嘿，明天再面试到几位摸鱼高手，那就齐活了。啊！他中午了，糟糕！我叫黄四婆，贵公司出品的《鬼将》和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我都有玩过。哎，去腾达游戏面试啊？你也是吗？对。哎，还以为腾达是个小作坊，没想到开在这么高大上的地方，我有点打退堂鼓了。嗨，试试呗，来都来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怎么中午来面试啊？我是在职的，趁着公司午休赶过来。哦，想跳槽？现在的公司不好吗？天天加班，我进游戏行业才半年，就有头秃的迹象了。刘哥，哟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腾达要求很高，你没戏。现在不是午休吗？我随便来转转。看来是工作量不饱和。下午把述职表配一遍。好，你过去。喂，电梯来了。那个人跟你一个公司的吧？他是主策划，我的顶头上司。没想到他也偷偷来面试。哼，腾达不会录用他的。不会吧？连老刘这种履历的都不要，脑气不更没戏。我还知道了老刘来面试的秘密，今后他肯定要给我小鞋穿。裴总，下午好。裴总，你就是？简历收好，别再调了。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腾达游戏的总裁裴谦。裴总你好。别太拘束，来喝茶。裴总，我还是走吧。为啥？你都还没介绍自己呢。简历你们都看过了吗？对啊，简历很不错。很不错。我在这行只干了半年，基本上还都是些打杂的活儿。你这样的条件非常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。明天可以来上班吗？我有机会了。我还得先去办离职。哦，是哦，那就后天吧。薪酬待遇方面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现在的工资是每月1500，没有五险一金，您给加个500成吗？裴总，我一定会对工作尽职尽责，
加班也绝对没有怨言。我给你算一笔账，你每月房租1000块，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1日3餐，偶尔还要请个客，算800块，也不过分吧？换季添2件新衣服，还有水电燃气费、交通费，所有这些加起来1个月开销3000，过分吗？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如果我只给你2000的工资，那就太过分了。我给你月薪4000。我一定为腾达干到徒弟。腾达游戏欢迎你的加入。差不多了，收工。裴总，还有人要面试。不干了，今天结束。可那位姑娘堵在门口不肯走，她说就算不录用她，也希望能聊一聊。哈？裴总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是你啊？对不起，我当时没有明白过来，您说鬼将不好，只是在自谦。正式做一下自我介绍。裴总，您觉得游戏的第一目的是赚钱吗？当然不是，第一目的是亏钱才对。我跟你想的一样，我也认为游戏的第一目的是给玩家带去快乐。我刚这么说了吗？那您的公司将来不会因为不赚钱而搞末位淘汰制吧？绝对不会。本来就只招末位，怎么可能淘汰他们呢？我就知道您不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制作游戏是您的梦想吗？我说，咱俩到底谁面试谁啊？不用回答了，从您之前做的游戏里就能得到答案。这姑娘谁啊？她叫林婉，我做过背调。她之前是天火工作室的，多次上过末位淘汰名单，后来主动离职了。那是人才啊！林婉，你被录用了。裴谦最近在忙啥？是啊，好久没见到他了，最近好像一直往校外跑。学业那么重，学姐那么漂亮，游戏又这么好玩，校外有啥呀？就是。哎，马阳，裴谦还回来住吗？谦哥和我最近都在做兼职呢，他是晚班，所以就在外头租了个房子。鬼将的稀有卡我集齐了。这么容易集齐？鬼将真良心。这样的游戏玩的才爽嘛！我也来抽一个。入职快1周了，但我到现在还觉得仿佛是在梦里。9点上班，5点下班，还不允许加班，而每个人的工作任务更是离谱。林婉，你说老板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也不安排工作，就只要我们打游戏。是啊，我们都无所事事啊。我猜裴总是希望制作者学会站在用户的角度去体会，只有多玩才能发现市面上这些游戏存在的问题，以后我们就能规避。有道理啊。豹哥，我发现你玩的游戏挺杂，而且差不多都是满级。既然裴总花钱请我来，我就要发挥出价值。还有，裴总是想让我们觉得过意不去，天天拿着工资玩游戏，内心备受煎熬。等项目开始了，大家自然会努力工作。老奸巨猾。漂亮。有什么用？裴总又看不到。说的是啊，从第一天上班到现在，裴总就没来过公司，他去哪儿了呢？商务洽谈去了，拓展业务去了。总不会哪儿也没去，就你待着吧。谁说我只是待着？我在思考。招了这么多人来分担工作，就很难确保游戏做砸。所以找个错误的方向就尤为重要了。很有难度呀。有了！
这种游戏类型，再努力都做不好。下班时间到，都动起来！裴总强调过，谁也不许加班。又下班了，每天啥也没干。每天不是打游戏就是打游戏。什么时候安排工作呀？老板。终于要加班了吗？大家稍微等一下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。各位同仁，上周我一直没露面，想必都在猜我干嘛去了。我是在规划腾达的未来。众所周知，腾达前一款手游效果不错，何况手游领域正处于风口，哪怕做出来一头猪都能起飞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次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 FPS 端游。腾达的目标是成为游戏巨头，不能让小打小闹的手游项目蒙蔽了双眼。小富即安不是我们腾达的性格。担心自己的能力？之前有大把的资深游戏设计师和技术高手来应聘，但是都被我刷了。为什么我不要他们，而选择你们这些新人小白？你来回答。因为他们不符合裴总的希望。没错，大家看看，这就是腾达老员工的觉悟。那些经验丰富的从业者虽然技术过硬，但他们的脑袋早就被条条框框束缚，无法迸发灵感。手脚因为技术欠缺而被约束是可以理解，但是灵感一旦被锁住，那就不会有创造力。对，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游戏的热情。你们，游戏行业的新生力量，有为梦想拼搏的冲劲儿。可是黄思博入行仅半年，干的都是杂活，殊不知他是个被埋没的人才。啊，你们看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曾经有多少数据表都是他配的。工作兢兢业业，半年的工作经历相当于别人的1年呢。还有你，包旭。没进过游戏行业，却也从没离开过游戏行业。别人玩游戏都是全职业制霸，而他是全种族的全职业制霸。包旭 ，respect。这样的一支队伍，怎么可能不成功？我们腾达一定能做出游戏，做出好游戏，做出好游戏。倒也不勉强做出好游戏，做出游戏就行。做出游戏，做出游戏。项目上，我只会在前期提一点指导性意见，剩下的工作就交由黄思博和包旭2位负责，我绝不干涉。有信心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散会。对于这款游戏，我有3个要求。裴总，你说。首先，我希望这款游戏在操作上先考虑新手玩家的感受，要越简单越好。另外，得有足量的剧情模式，不要只是玩家对战。我们的游戏要有深度和内涵。最后，就是武器要足够独特酷炫，让玩家看了就想买。好了，我的要求就这些。搞砸一款游戏就这么简单啊！FPS 是偏向于骨灰玩家的游戏类型，过于简单的话会引发核心玩家的不满吧。对。而就目前团队的实力，恐怕也做不出精彩的剧情，何况剧情模式现在也不流行了呀。最关键的是，您出品的《鬼将》在市面上掀起了抵制内购的浪潮。结果你现在反过来要设置内购，游戏被骂是小，腾达的口碑做砸是大呀，裴总。对。黄思博，我看好你，要相信自己，问题和困难都会被克服的。
裴总，我其实表达的意思是，I got you， 请坐。你呢？我很好啊。黄四伯听话，宝旭不管事。好，你作为项目的主设计师，你就作为游戏管理，1周后出设计草案。是。原来当老板这么爽，活全交给别人做，别人还得说谢谢。到点儿，下班喽。都乖乖下班了，不错。在腾达，加班这个词永远和我们无缘。裴总，啊，你慢慢玩啊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出来吧。谢谢啊，包哥。你不担心被发现了要扣工资吗？比起扣工资，我更担心会拖了团队的后腿。难得遇到这么赏识我的老板，这个班我非加不可。黄哥，歇会儿吧。写了好几个剧情方案，我自己都不满意，没脸休息啊。剧情模式这个要求确实难办，我们肯定是达不到国外 FPS 大作的那种剧情体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裴总之前最擅长以小博大，用少量的资源做出最佳的效果，所以我们也得尝试着用最少的资源做出最佳的效果才行。说说你的想法。角色、场景什么的都能省则省，钱要花在刀刃上。你是不是已经想到好点子了？跟我来。这是去哪儿啊？你看。哇，这就是你设想的游戏场景。没错，设计在海上，活动区域就可以很小，而油井结构比较复杂，兼顾了可玩性。然后呢？跟谁打呀？小心！设计目标就是木乃伊，全身裹着绷带，模型好做，还容易过审。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帅！这就涉及到裴总说的降低难度、迎合新手的要求了。或许他是要我们提升游戏手感，不一定是指那种傻瓜操作，增大碰撞盒，调整切枪和开镜的速度就可以了。这一点不难做到。这里怪才多，供需上面。关于剧情模式呢？剧情嘛，则需要一个重要配角。重要配角？别怕，看。你好啊，小妹妹。她不会说话啊？那怎么行？不行，不行就得做她的各种口型，还得有配音的预算。可是，不说话怎么给玩家交代任务呢？可以用别的方式啊，比如眼神、动作。
不要乱跑啊！玩家需要分析小女孩的行为意图，在此基础上再增加一些解谜关卡。玩家必须在小女孩的行为中找到解谜线索。在互动中建立情感，如此一来就有了代入感。豹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别这么叫，你是我前辈。不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全公司唯独你有加班的特权了，因为你优秀啊！我要向豹哥你学习。总觉得我的这些设想，裴总一开始就想到了。他不把话说明，是希望我们能获得创作的快乐。啊，我也有这种感觉，所有一切都卡得正好，就像是裴总特意安排的一样。他真是高深莫测，一切尽在掌握。这就是设计大师的思想境界吧？哦，关于酷炫武器这一点，裴总是怎么想的？不得不佩服裴总的高瞻远瞩啊！那将是一把堪称史诗级的武器。这把武器太棒了！裴总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一定要好好写设计文档，把这款游戏给完美的做出来。耶，早啊，豹哥。早啊。黄思博，你是不是偷偷加班啦？档期也没那么紧张，你用不着每天偷偷加班。裴总定的档期表没有预留测试修改的时间，所以不能按照档期，得尽早做出来。照理说，裴总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他的深意是什么呢？对了，豹哥，方案我写的差不多了，有几个地方麻烦你帮我看看意思对不对？这儿，这儿，哦，还有这儿。这儿应该是。如果对每一个类型为 S 的对象 O1 都有类型为 T 的对象 O2，是以 T 定义的所有程序 P 所有对象 O1 都代换成 O2 时，程序 P 的使用要因为类型 S 是类型 T 的子类型。这儿呢是这里的模型配合互动，到主观审核，到模型之间会冲。至于这里啊，这里 P 我要之间的合适可以做到交互共构不到协作困难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明白了吗？我来给你找个类似的游戏，一看就清楚了。哦。果然没猜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什么是资本积累，怎样认识资本积累的必要性。哎，都多长时间了还不下课？裴总，游戏设计的框架已经完成，等您确认。啊，就完成了？这帮家伙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？划水摸鱼没关系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。万一设计的很好，可就糟了。钱哥，有件事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有必要向你汇报一下。你说。黄思博这几天都在公司偷偷加班啊。哦，怪不得他东西出的这么快。走，跟我去公司。看上去老实巴交的，竟然蹭公司电脑打游戏。打游戏？不是在工作啊？不是啊，我亲眼所见啊！哎呀，推我去，推我去！不用心还能写这么长，挺会凑字数的嘛。条理很清晰，剧情模式、降低难度、高价武器3点要求都有写。
很不错，继续推进吧。黄思博加班的事不用管了。可他加班是为了打游戏啊，庆哥，这是在浪费公司资源呐。老马呀，游戏公司员工打游戏就是在学习，是工作的一部分，明白吗？设计方案一字不改就通过，更说明了裴总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。那咱们可以开工了。裴总交代了，让咱们放手去干，大家加油啊！加油！哦，好的，知道了，马上。这个特效写的再详细一些。你们尽管发挥创意，保证程序能更清楚需求。我们运营的意见，你们只管当做参考项。就是这样，听懂了吗？哦，我来看看。不要被束缚。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我给你找个类似的游戏案例。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，这是我从裴总身上学到的。好不容易用到只剩20多万了，现在又给我涨回来了。前2款游戏都是过去式了，为什么不让我下架？浴缸玩具花费个人财产22元。这么多钱，怎么才能花出去啊？这么晚了，谁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庆哥，现在不止黄思博加班打游戏，加班学游戏，他还带动全公司都开始加班学游戏了。你确定是全员都在加班？啊，除了你和我。哎，你还骄傲上了？这下可不能再姑息了，裴总。是得抓住这个机会，给他们立规矩，给他们花钱。花钱的办法这不就来了吗？员工们为了公司加班，透支健康，作为一家良心企业，怎么能心安理得？加班费1分不能少，甚至要给更多。裴总，你可真男人呐！哎，这跟男不男人没关系，是个人就不该省这笔钱。好，这事交给我，我来为大家计算加班时间。老马，你成熟了。但是先别急，咱们不能只满足于加班费。那你打算？裴总，游戏策划已经全部完成，您要不还是审阅一下吧？比学校留的作业还多。不必了。我说过，放手让你们去做，就一定不会干预。那游戏的名字还是得您来定才好啊。名字嘛，就叫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。别再点外卖了，吃好点儿。太夸张了吧！嘿嘿，裴总说了，打今儿起，公司为大家提供免费午餐。我最近在减肥。公司的健身房还在装修中，但好在专业的健身教练已经进来了。太离谱了吧！哎，林婉，我越来越不懂裴总了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老板？这种好老板只存在于幻想中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如此珍贵。给咱们好的福利，不就希望咱们好好干活吗？可他又不允许加班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裴总这是管理有方。你想啊，其实大家上班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摸鱼。如果8小时全心扑在工作上，根本不需要加班。而对于公司来说，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将是惊人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简直就是裴总的知音啊！林婉，林婉，现在既然明了了裴总的心意，那咱们也要礼尚往来，上班时间全心投入，加班照样暗中进行。给裴总一个惊喜。
加班费？没错，公司不再限制加班，并且按照时薪的1.5倍工资发放了加班费。大家要我向您表达感谢，但是这笔钱我们不要。不要？合理合法的收入，为什么不要？不想要。这帮人智力应该没问题吧？游戏还是得做出来的呀。林婉，加班费是大家应得的，也是我的一片心意，别拒绝我，好吗？别拒绝我，好吗？好的。退回去了吗？我没办法拒绝他。不怪你，谁能拒绝这样的绝世好老板呢？不行，才花掉这么点钱，还是得在游戏上想想办法。之前我一直没想通，为什么档期不预留测试的时间，现在明白了，裴总是用人不疑，他坚信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万无一失。绝不辜负裴总的信赖。包旭，进来一下。哎，你对黄思博做的这张资源采购清单有什么想法？总价67万，很合理啊。不管是美术资源还是程序功能，几乎每一笔花销都扣得很紧，应该没有铺张浪费吧？不应该铺张浪费吗？花这点钱能做出什么好游戏来？太抠了。我们当时是想着尽可能的省资源，所以定制的内容少。包旭呀，你忘记了你做游戏的初衷吗？我很想做出一款完美的游戏。是啊，这点钱远远不够做出一款我心中的完美游戏。很好，去吧，去把预算给我翻1倍。您瞧好吧，服务器咱都不靠租了，直接买。哎呀，这么一算，钱还不够了。哎，服务器还是等游戏上线之后再考虑，主要是制作上，不要再为了钱而妥协，明白吗？不忘初心。周总，那件事我直接安排人去办，不过招来之后还得麻烦天火工作室接收。李总客气了，您作为天火的投资人，有任何指示都可以。您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都是做游戏的，他们去天火也不会成为累赘。李总，其实腾达的人都学历平平，而且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只有一个履历还挺漂亮的，却是个助理岗位。照挖不误，不管阿猫阿狗，一个也不给腾达留。从反黑精英到使命呼唤，再到决定吃鸡，从单机发展到多人对线，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历久弥新。极强的代入感和视觉冲击，是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能获得玩家追捧的关键。包哥，你怎么还有闲心看这些啊？所有人都等着你确认物料，安排下一步工作呢。我正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沟通，才打算看这些资料学习的。包哥，我发你的3个通用模板，买哪个？不管哪个，后续都要用编辑器重新调整，要更有代入感。具体怎么调整才能更有代入感呢？这个怎么回事啊？美术资源需求3年前就给你了，你怎么还没联系画师啊？那我拿到的美术图是哪里来的？游戏里最重要的小女孩角色都已经在建模了呀。我给你的那张图是国外一个3A 大作里的，只做参考。咱们定制的原画还没开始呢。包旭，史诗级武器的功能设定得定制啊，海水需要计算呢。包哥，我找到一组很好的美术资源，但是太贵了。包哥，这个包哥，这个我这个。我做不了游戏管理，我要把海上妖精拖垮了。包哥，游戏设计上你帮了我大忙，现在让我来帮你吧。吕明亮，模板买第1个，下午开会确定调整的内容。
刚收的那组很贵的美术资源发来我看。好的。如果不错，就安排这个画师绘制小女孩的原画。木乃伊的模型买现成的，建模组全部精力放在武器上。喂。我上课从来不点名，但是马上就要到期末了，想认识一下大家。哼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裴谦，到。你就叫裴谦呐？老师注意到你从不旷课，很不错。马阳，好的。真不叫人省心。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谦哥，不好了！天火要把海上油井的整组员工全部挖走啊！你说什么？哎，你，谦哥，不好了！天火要把海上油井的整组员工全部挖走啊！谦哥，谦哥，走开！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啊！大不了从头再来啊！先让我进去看看呀！现在就走！不值得我这帮白眼狼难过，咱们赶紧检查一下，他们有没有把公司机密泄露给天火。完蛋，还剩1个月不到，游戏就得上线了，又得自己动手接着做吗？哎呀，可是他们做到哪儿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！别这样，谦哥，你还有我呢。怎么也要以开除的方式呀，我还能多给个N+1。裴总。还有2回呀！你们没走啊？走哪儿去？还没到下班点呢。天火不是把你们都挖过去了吗？你说这事儿啊？嗨，天火工作室的确联系过我们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拒绝了。怎么没有人找我们呀？这拒绝天火抛来的橄榄枝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们原本都是游戏公司的最底层，做着打杂的工作，还不断被压榨。到了腾达之后，一切都不同了。不仅有机会参与创作，进行独立设计，而且工作氛围宽松，福利超赞。团队凝聚力越来越强，都为了同一个目标奋斗。那可是天火哎，一件神话。不，神话已经站在我们面前了。是我爷，裴总。说得好。其实也没你们说的。那你们刚才躲哪儿去了？在影音室做游戏测试。这些又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游戏提前完成了，大家一激动，大功告成！然后就集体去了影音室看游戏的最终效果，没来得及收拾。慢着，你刚才是说游戏已经做好了？裴总，剧情模式的全部内容展示完毕。想法也太好了，虽然质量一般，但是慢慢磨就会很不错呀。目前确实还有很多地方没做到位，不过您别担心，我们提前1个月完成制作，就是为了留出修改的时间。谁叫你们自作主张改档期的？怎么才能阻止他们测试呢？团建！一场团建既可以拖延进度，还可以花系统资金。
为了庆祝游戏完工，我决定组织一场团建活动。去把仙海路叫来，规划一下具体行程。裴总，有人来面试。是你？之前就是这个人代表天火来挖我们。哦，你好。裴总，千万别见怪啊！要不是因为帮天火挖您墙角，我哪有机会了解到您的优秀？我太羡慕大家了，所以啊，打算离开复辉，跟您干。我听糊涂了，到底是复辉还是天火要挖我的人？哎呀，都是复辉资本历史那个老家伙，他不仅撺掇天火挖人，之前还买水军黑过您的游戏。哦，人找到了。首先感谢您对本人的认可，但是腾达是一家游戏公司，实在没有岗位适合您。新助理，送客。我怎么能挖我恩人的墙角？想好团建去哪儿了吗？我哪儿都不想去，只想尽快把海上油井做好。李婉，你最了解裴总，你说他想暗示我们选哪儿啊？裴总不会在这种小事上试探的，他是真心让我们自主选择。啊，有道理。不过，我倒是有个想去的地方。天火工作室。我想要让天火的人都知道裴总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游戏制作者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天火。毕竟那是你的老东家嘛，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。早就想让他们亲眼去看看什么叫一流的游戏公司，借天火打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。就这么定了，去天火。旅行的规格按照45万来办。他难道是为了了解我才去的天火吗？下午的安排是去天火工作室，但是不强求，也可以自由活动。记得发票都留好啊，回去报销。谢谢老板。我还以为这趟是公差，结果真的可以自由活动，这待遇太好了吧？感觉要花不少钱啊，让我自己出来玩，我可舍不得。不是说了45万的规格吗？饭店怎么不安排在东方明珠啊？啊，林婉跟我说的是15万呢。啊，他听错了吧？算了，也不好做得太过分，万一报销被系统拒绝，我还得贴钱。老马，待会儿去天火，你记得要多提问。问哪些方面啊？主要是他们之前的失败经历，我好重蹈覆辙。不是防微杜渐。什么防什么剑？放心吧，谦哥，包在我身上。来，腾达，他们来做什么？哦，说是来参观学习。没听说过，两家都是在做 FPS 端游，又是差不多时候上线，这能互相学习？该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？因为我们挖他的人。不会吧？这种事情哪有搬到台面上来撕的？腾达的老板也太不懂事了。您还是见一见吧，能做出鬼将这样的游戏，恐怕不是泛泛之辈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哇，一整栋楼都是天火的，好阔气啊！请跟我来。环境也很好哎。因为我们有古风的游戏项目，所以这边种了一片竹子。哇！后边是工作室专属的停车场，每月停车都有员工优惠价。还要自己掏钱啊？盖这么大个地方，少说也得几千万吧？以后公司要是赚这么多，也盖盖。不，与其公司赚几千万，不如亏损几百万。
裴总呢？哎呀，有失远迎啊！滕总，是裴谦，裴总。久仰久仰。周慕言，周总，我们天火的游戏制作人。价格不菲的定制西装，让他装到了。晚上吃什么呢？小笼包，蟹粉小笼包怎么样？没想到他这么年轻，看来有2把刷子，我得防着点。浦江上包艘船吧，把他也请去，人多花钱就多。周总，其他人到处参观去了，我去把他们叫回来。要不我带您也去参观一下？公司太大了，容易迷路。不用了，进来这一路上已经见识到了贵公司的气派。哎呀，不得不说，天火的各方面配置的确是相当优渥的。裴总如果想借鉴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。哦，送你个我司出品的游戏玩偶吧，限量版的哦，外面可买不到了。哎，裴总，你在这儿啊？嘿，裴总，你肯定想不到，这家一流游戏公司竟然被咱们腾达甩出好几条街啊！电脑配置极其一般，工位之间还特别拥挤，鸽子笼似的。跟别的公司比，这里算很好了。你觉得挤，是因为咱们腾达太宽敞。还是老一套的制作流程，录音棚、培训室不常用还占地方，连之前明星代言穿过的 cos 服装都搞个展示厅。就是不愿意把心思花在办公环境上。一台小电视、几张破沙发，也好意思管自己叫娱乐室？茶水间里只放了几包饼干，还规定限量使。大楼修得那么好看，原来都是门面工程，里面真拉垮。裴总，没关系的，这里我知道，隔音还不错，外头听不见。里头听得见呢。林婉，你去了腾达？周总，好久不见。真没想到，你所谓的游戏理想是寄托在一家初创公司上。哦。哎，不是要搞经验交流分享会吗？人呢？哎，周总，今天周六还这么多人加班呢？哦，哼，周六不是正常上班日吗？啊，很多公司都是996，也是为了能尽快完成工作嘛。哦，哎呦，那贵公司加班费很高吧？加班费？偷出加班费啊！游戏行业都没有加班费一说的。让你问问题，不是让你拆人家的台呀。还真有公司强制996不给加班费的呀。首先，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腾达公司的各位同仁。我们天火工作室想必就不用给各位多做介绍了。之前所推出的各类游戏已经是家喻户晓，上一款大型的 MMORPG 游戏又独领风骚。这其中还有林婉的功劳呢。我？因为你作为末位淘汰名单上的人员，主动提出离职，没有拖公司后腿啊。现在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地方，作为老东家，真为你高兴。说的没错，我也很为林总监高兴。不如就由林总监带我讲解一下腾达游戏的创作心得。哎，去吧，加油！去！腾达公司目前总共出品和正在制作的3款游戏的核心创意均由裴总主导。在我与裴总共事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发现裴总的身份不是简单的游戏制作人，而他的目的也非同寻常。这话怎么感觉又是冲我来的？难道他知道我和系统的事了？孤独的沙漠公路之所以会火，表面上看
会以为是反向营销和炒作的结果，但其实玩家在其中获得的感悟，是在其他游戏所没有的。暴躁的人因为这款游戏变得谦和了，颓废的人因为这款游戏积极向上了，贪玩的人因为这款游戏考上大学了。扯呢吧？我也觉得扯。我为什么要说野？再说鬼将，的确他品质精良，画风突破，但这并不是成功的关键。他的爆红得益于裴总高瞻远瞩的目光，竟然敢于挑战行业禁忌，以低劣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内功，完成了一场行业改革。这倒是，害得我们这些游戏公司越来越难做。有啥用？结果还不是赚了钱。唉。所以，腾达做的不是游戏，是行为艺术。裴总不是简单的游戏制作人，他是游戏艺术家。我没想法了，你想吧。好的，感谢林总监的分享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周总。不说点诱惑，还真要被看虚了。啊，天火之前的游戏都太经典，就不老生常谈了。这次我打算讲一讲新游戏《弹痕》。弹痕还在保密阶段，不方便说呀，周总。哎，再过半个月就要上线了，跟同行交流一下没关系。何况裴总他们在做的也是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人家避嫌都来不及，难道会抄袭吗？我们做弹痕，最初定下的目标就是超越袭击计划。都给我好好听听，受受打击。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玩家绝大多数都非常硬核，他们呢乐于长时间的练习拉枪、顺进攻技巧，以求形成肌肉记忆。坏了，弹痕这么重视核心玩家的体验呢。另外，在枪械和服装道具上会极致还原真实，保证连军事爱好者都挑不出任何毛病。听上去就很有代入感了。而相较起来，海上游姐的剧情模式真是吃力不讨好啊。至于营收方面嘛，下载是免费的，但是我们会降低抽卡几率，吸引玩家付费购买道具。我们一上来就是888，直接劝退一波玩家。裴总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海上游姐要凉了。为什么他看上去一点都不担心？这难道是胸有成竹的笑容？英雄所见略同啊！所以我全都反着来设计。如今有弹痕这款竞品保驾护航，海上游戏必亏呀！天火不可是太厉害了，我们根本比不过呀！知道我的厉害吧？他竟如此自信，看来他对游戏的认知远高于周慕言。弹痕加油！弹痕加油！干翻游姐！裴总刚才来电话说，这次团建大家辛苦了，所以给每人增加10天带薪年假。有几句话我想代表裴总向大家转达。这次天火之行可谓受益匪浅，他们的新游戏《弹痕》品质极高，同样作为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上线日期还撞档。我们的海上油井以目前质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。天火的办公环境、福利待遇却远远不如腾达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年假能休吗？余下的时间不多了，
我们要更加努力，才能把游戏的品质做上去。这是裴总要你转达的吗？没错。虽然裴总没有直说，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。为什么在档期如此紧张的情况下，还要安排这场团建？他是怕我们闭门造车，用这种方式委婉地提醒大家要有危机意识。咱们有着比一流游戏公司还要好的办公环境，福利高到我都怀疑公司能不能赚到钱。老板还如此有才华，又如此尊重每一位创作者。我们如果不把海上油井做好，还有什么脸待下去？腾达加油，打败弹痕！腾达加油，打败弹痕！腾达来天火访问这事，你怎么不知会我？我当时觉得这种小事儿没必要惊动到您。哼，那你把弹痕跟他们讲了，也是小事吗？我是想要煞煞他赔钱的威风。您放心，离游戏上线只有半个月了，肯定不会出岔子。赔钱是故意让2款游戏撞档，为的就是蹭弹痕的热度。万一……不会吧？我见过裴谦，他没有那么复杂。你根本不了解这个男人，他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更加可怕。李总，请您相信我是专业的。天火在弹痕上投入了大量心血，我们还有着最为庞大的用户基数，腾达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我保证，弹痕的销量一定会超过海上油井。包哥，剧情模式又重修了一遍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好。这个是对战模式需要修改的地方，主要还是射击的手感问题。包哥，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这样的重度游戏玩家。现在咱做的已经比大部分游戏要好了，还需要精益求精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伟大的艺术品不是追随潮流，而是引领潮流。很明显，裴总就是要做游戏界的引路人。我这就去安排调整。喂，裴总啊。新助理，大家的休假都办妥了吗？放心吧，裴总，我明白的。那就好。我这一周都有事，就不去公司了。您就放心吧，公司这边保证一切顺利。裴总一定是为了海上油井跑推广去了。大家加把劲儿，等裴总回来，游戏质量务必再上一个档次。包哥，改好了，你再测试一遍。看我的吧。完美！海上油井正式完工。终于又考完一门了。调出系统资金来看看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花钱的速度终于反超鬼将持续赚钱的速度了。按照初始资金是50万来算，目前已经亏了14万进自己的腰包，剩下这点儿随便亏一亏就又是我的了。新助理，前段时间大家开发游戏辛苦了，你再去安排个团建，纯玩的那种。好的。包场看电影、吃饭、唱歌。还有啊，上次团建定在周6非常不好，哪家缺德公司会占用员工的休息时间搞团建？这次务必安排在周5。好的，我尽快安排。反正你就奔着36万1245块5毛的预算去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精准。秦哥，考得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你呢？当然没问题了，就剩熬夜了，我势在必得。这门课你就算考满分也过不了。为啥？因为期末最后一节课你没来。这算什么理由啊？嗨，裴总。嗨。
想不到我们给你准备了这个惊喜吧？我在此代表腾达全体员工，要向您宣布一个好消息。咱们的海上油井项目已经胜利完成调试，天火的弹痕提前1天上线。什么？恭喜雷总！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必须跟弹痕撞档。我在天火做的前期宣发很可能导流到腾达，不能提前上线。为什么？因为无故延迟产品上线，将判为犯规。因为咱们还没好好庆祝一下呢。裴总真有道。哎，不是给他们放了10天的假吗？为什么会完成游戏的精修？嗨，这事儿他们之前来问过我，是我跟他们说，既然上班的时间玩游戏等于学习，那么放假的时候工作就等于是休息了嘛。怎么样？我对你的思想领悟的透彻吧？啊！一桌好菜你就光吃冰淇淋，哪个贵你心里没点数啊？不懂就问馊死了。我要亲爱的裴总，嘎哥一起。祝你游戏大卖！祝你游戏大卖！祝你游戏大卖！祝福成长，发财！啥也别说了，也别唱了。今天无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大家多开心啊！这是我在天火从没见过的笑容。是因为今天吃了好东西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他的重视，是他人性的光辉温暖了他们。可是他为什么看起来忧心忡忡的？我知道了，他是在想公司未来的发展，这就是作为老板的担当。拖过明天50万就还有希望，反正宣发上绝对1分钱都不花。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我发誓，在网吧蛰伏3年，受尽嘲笑，是裴总发掘了我的闪光点，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闪光点。感谢裴总。那么别扭啊！我没有选择，裴谦和他的腾达，就是我苦苦追寻的关于游戏梦想的答案。只是没有想到，仅仅过了1天，我们就跌进了谷底。后来，当人们再聊起那个早晨，都会称它为……对不起，我知道了。昨天游戏上线了吗？今天才上的。为什么？那晚喝多了，结果大伙儿都睡了1整天。裴总怎么说？他也很失落，但是为了不让大家难过，他只说了句“这个挺好”。我明明说的是整挺好。目前数据怎么样？不错哎。你看的那是弹痕的下载数据。我可是设置了3道防火墙。第1道，与竞品撞档，全面压制游戏热度，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烈的撞档了。没关系，周1再看，等宣发铺开，一定能有起色。为什么还看不到关于海上油井的任何推广？这年头，国内游戏能否成功，完全取决于营销。只要肯烧钱推广，哪怕是垃圾游戏都能成。难道裴总不知道？第2道防火墙，不做任何宣传，
确保游戏无人问津。不要质疑裴总，你看他之前的2款游戏，很明显是个营销鬼才。裴总或许是为了磨练我们的承受能力，他要看看我们在这样的压力下还能不能各司其职。哦，懂了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我这就带领团队推进下一步工作。可是下一步没法干呀。怎么突然需要拨款？为了推进工作，一般而言，研发组的工作进度都会比玩家玩到的游戏内容快1到2个版本。比如，玩家们玩到的版本是 1.01， 那么测试服就已经在测试 1.02 的游戏内容了。而此时，我们早应该开始 1.03 的游戏内容的开发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急需找些核心玩家来体验测试服，样本越大，数据才越准确，我们才能持续优化游戏。所以得有一笔费用去请这些玩家。没错，我们不是热门游戏，不会有核心玩家主动申请测试服的。可是裴总没有安排过这笔预算，恐怕……实在不行，我们自己出钱。好，这件事，要么交给我吧。折戟沉沙？你知道他？当然了，他可是 FPS 游戏的资深玩家，在电竞圈里都很有名气。我已经把海上油井的游戏链接发给他了，希望他玩完以后愿意给我们推广。这些国产烂游戏我早就受够了，一个个不过是想利用我的名气做推广罢了。888，疯了吧？抢钱呢！第3道防火墙，定价策略，败坏路人缘，达成口碑崩盘。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卖这么贵。啊，这就开始了？开场动画也没有啊？哟，这画面做的还不错嘛！哎呦我去！啊 ？NPC 要给线索了？啊？哑巴？这手语看不懂啊！全时装备就2粒糖！我操！哦，明白了，是要带着这个拖油瓶过关呢。耶！手感真是不赖啊！射击稳，压枪容易，切枪和开镜的速度也快，降低操作门槛这一招简直绝了！嘿嘿，哎，现在去哪儿？哦，看来是到最底下一层去找船啊！还要解谜啊！老铁，你会不会啊？哦，哎，我还有这操作？是要肉搏吗？畅快，真是畅快呀！陈老师，来握个手吧！快说说，这些绝妙的设计，你们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你是用了什么招把他请来的？还是绑来的？
是他求我带他来的。严格来说，海上油井和国外的一些高成本、高体量、高质量的大作相比，还是有不小的差距。但这并不影响玩家沉浸其中。你玩通关了？是啊，哎，还被你们涮了一把。我费尽力气跑到最底层，结果根本就没有船嘛。我又根据指引爬上高塔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要用那个探照灯发出求救信号啊！哎，作为一款国产游戏，竟然能把剧情模式做到这么优秀，不可思议！这个小女孩的设计太出彩了。老师，可以合个影吗？完全盘活了整个剧情模式。这几车长老师，我们都是你的粉丝。还有手感其实蛋痕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不错了，但感觉他不过是在模仿国外顶尖游戏，而你们的游井是不是故意反其道而行啊？这一点在对战模式里感受更加明显，不仅照顾到了新手玩家，连我这样的职业玩家也完全不抵触，反而有种前所未有的顺滑体验。谢谢肯定。哎呀，应该我代表玩家谢谢你们，做出了这样一款优秀的游戏。你说会送我一把限量版沙鹰，现在还作数吗？那把史诗武器火麒麟也会送给你。这倒不用，沙鹰是靠免费抽的，几率很小。那火麒麟我已经自掏腰包买了。虽然这把武器造型夸张，特效浮夸，但不得不说是真的帅啊！我给它重取了个名字——杀马特圣枪。你们不就是请我来提意见的吗？这是我唯一的意见。哎，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么剑走偏锋的内购啊？这不是我们想的，是裴总要求我们这么做的。关于888高价武器这一点，那将是一把堪称史诗级的武器。哎，你想，有史诗武器，是不是就有普通武器、精英武器和英雄武器？史诗武器永久使用权售价888，言外之意就是其他武器全部免费。你们老板真业界良心呐！所以最后你既没有要我们付测试费，还花了888。不止呢。今晚我还要专场直播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海上油井。太感谢了！我的目标是人手一把杀马特圣枪。都说了不叫这个名字。谦哥，后台数据你看了吗？没呢，公司的一切事务我交给新助理散管了。怎么，数据不太理想？早料到了。所以才提前把自己撇干净，免得你们来催我给游戏做推广。考完试，你还是抽个时间去公司看看吧。我对这次失败深表遗憾，但是不要灰心，不要难过。收拾好心情，准备迎接下一场失败。谦哥，你挺开心啊。哪有？不过确实值得开心。之前数据不理想，但这2天终于升了，接下来可能会暴涨。不会吧？又来！同学们，准备跑！不能暴涨啊！裴总。气氛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啊！难道马阳判断错误？很有可能，他多不靠谱一个人。裴总来了！发展到如今这地步，主要责任在我。裴总，受救了！我刚才看了数据后台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果然，好的游戏是不需要推广的，因为就成功了。
教会了我，只要把口碑做好，能从这个市场竞争中一退而求。你自己游戏真的爆了！祝贺裴总！为什么要爆啊？难道那3个要求他们没有做到？还是说他们跟阮光剑一样，不忍心自己的作品被埋没，所以主动宣传了？我一定要揪出这个内鬼！进来。裴总，这是您要的分析报告。都写清楚了吗？所有关系到海上妖精大获成功的因素都写上了。好，你先出去吧。林婉去找了职业玩家做内测，谁要他去的？好像是我要求他们推进下一步工作，那也不至于让游戏火起来呀。职业玩家是折戟沉沙，还搞了个免费直播宣传。谁要他多管闲事的？人家想干嘛我哪管得着啊？问题是这游戏也值得宣传，操作简单，降低了门槛，收获新老玩家一致好评。剧情模式在国产游戏里属上乘水平，赢得良好口碑。除了史诗级武器，其他全部免费的定价策略确保了公平性。不对呀，这些不该是他不接的理由吗？所以说，那关键是我自己。你们看，刚才裴总多么的淡然，自信里透着霸气。毕竟一开始就是他指明了游戏的方向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握。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宣传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游戏靠自来水就能触发平台的自动推荐机制。最后还不忘叫我写分析报告，他是不知道游戏成功的原因吗？不，他是在提醒我要总结经验，不断进步。裴总好。不愧是裴总，永远都是那么镇定自若。想不到国产游戏竟然能把剧情模式做得这么好。游戏剧情让我泪目了，很有代入感，娱乐效果满分。谁说手感稀烂的？明明是很爽好吗？极少数土豪才。光靠火麒麟就已经净赚了40多万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随着游戏热度持续上升，公司收入肯定会成倍数增长。粗算下来，等到结算日，至少在300万以上，根本花不完呐！裴总，你冷静，别冲动啊！啊？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，可以跟我聊啊。有苦说不出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游戏全面碾压大痕，你内心过意不去？什么？
连弹痕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都没了。难道是因为咱们的云服务器只够承载10万人，导致很多玩家在外面排队，所以您着急？什么？如此盛况空前了？裴总，我知道内心强大的人也有累的时候，但是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集体的力量是无穷的，我一个人画不完，那就大家一起帮我画。哼，这场财富转换的挑战就好比是一场游戏，如今已经不管无钱的事了，而是胜利者的尊严。这一把，拼了！作为一款已经成功的 FPS 游戏，海上油井的吸金能力远比前2款游戏加起来还大。结缘看来是做不到了，只能想尽办法开流。这意味着我需要在47小时29分26秒之内，至少花光624355块3毛的系统资金。不，还要更多一点。之后系统每亏损1块钱，都能让我多赚1块。哼。叮咚！财富转换系统随时为您服务。我要更新鬼将和海上油井，得花钱。结算前如有未发货的产品，结算日将延期。请问是否确定更新版本？哼，当然确定。即将为您提交申请。友情提示：系统规定，新版本游戏必须有新的收费点。住手！好啊，那就暂时不更新。但是我要请员工们吃大餐。公司聚餐过于频繁，驳回申请。啊！我要把游戏收入的50%拿出来给大家发奖金。破坏了行业规则，驳回申请。啊！我怎么破坏行规了？其他游戏公司都是几个亿的发奖金。那是谣言，你也信？我要给员工提供每月报销额度。报销？不要再跟我说驳回了。报销申请合理，予以通过。请设置报销金额，每人每月2万。金额过高，驳回申请。算你狠！裴总，你还没走啊？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你先下班吧。我晚点没关系，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叫我。哎，你知道如何通过巧立名目把个人的需求转嫁给公司吗？万万使不得，这是犯法的。我是问，怎么才能把公司目前账上的钱全部变成福利回馈员工？哦，你是这个意思呀，吓我一跳。原本我想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大家，结果有金额限制。哎，不要问我是谁在限制哦。您说过的，不该问的不要问。很好。那我现在问你，在限制之下，我该怎么办？一般情况下，拿净利润的15%作为项目奖金是合理的。如果希望再多一点，可以换个由头，比如全员涨薪。好办法，这个月就涨。那报销制度呢？公司目前的报销制度是公务全额报销。不够，我要搞个特殊报销，啥都能报的那种，连包蓄充电卡的钱都能报。那确实得巧立名目，节日礼呀、高温补贴什么的，每人每月3500以内还算合理。哎，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多点儿？购物卡，每人发一张1000元购物卡，大家想买什么都可以。新助理，招你进来，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裴总，裴总，
预算完成了。哦，很好。给我吃！最后一条，发放节日购物卡。好了，就这些。各项预算均合理合规，系统已通过。友情提醒：节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那就开干！哎，打起12分精神，今天不花个几千块，绝不出商场大门。您就瞧好吧。这跟旅行团强制消费有什么区别啊？早上刚收到的工资条就忘了，涨了那么多钱，叫你花点怎么了？哎，说的没错，就是强制消费，但不用你们的工资，用3500块特殊报销额度，还有购物卡。哇！哼，游戏充值也可以报啊！哇！都给我记住，腾达游戏啥销都报。看到那个，这个好久了，这个人拿下来了。哎，我去拿一个过来。距离结算只有2个小时了，我要加快速度了。这几个家伙总给我出幺蛾子，得重点提防。哟，那不是神华数码的专卖店吗？走，去看看。哇！哇，这台电脑性能很好啊！公司电脑配置更高，足够我用了。哎，台式机不够方便，出个差呀、上个厕所呀都不好带嘛。为了工作效率的提高，买它。哦，是裴总。哇，神华 G9最新款，眼光不错。3999呢，太贵了。哎，喜欢就买了呗。我觉得我现在的手机还能再战1年。哎呀，用特殊报销额度再加购物卡，完全买得起啊！我们以后也不排除还有手游的开发计划，买一台游戏手机做测试机吧。额度和卡我想留着晚上吃大餐。就2小时了，还等你到晚饭，吃什么？2个黄花菜啊！没事，你买，晚餐我请。哦，谢谢裴总。哎，你4500，我已经全部买了游戏装备。干得漂亮！不打扰了。想买什么，林婉？啊，这店里的东西我基本上都有。哎，你等等，拿这么多手机壳干什么？换着用啊，每天不带重样的，多帅！一堆好产品你就只拿周边，哪个贵你心里没点数啊？不懂就问骚嫂啊！能获得裴总的认可，真是我们神华集团的荣誉。正好，4500。谦哥，我也用不着那么多手机壳吧？买单去吧。又是特殊报销额度，又是购物卡，还主动给大家做导购，一点老板的架子都没有，他真是一个暖男。啊，这是黄思博他们几个的购物发票，收好了啊。哎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全部完成消费目标。啊，发掉工资，交完房租，每人又再花掉4500，1加1等于2，2加2等于4。不行，系统资金还是赚了好几万。我能买吗？您是老板，你想买就买啊。不，我是说，就像上次你帮我定制西装。哦，懂您的意思了。
您还需要手表和钢笔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确实很需要啊。接下来就只能靠我自己喽。来，把你们店最贵的手表拿出来。好的，请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欢迎下次光临。为什么只能报销4万的表？因为根据数据分析，您的身价只值4万元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买，买了，都买了，买！哇，比女人购物还疯狂。才不是呢！裴总买的全都是跟工作沾边的东西，而且所有加在一起只花了不到10万块。赚那么多钱，却还这么节俭，多么强大的自制力啊！但是他对下属却如此慷慨，我们的好裴总。糟糕，只剩1分钟就要结算了，再买一点，我到最后不放弃。我要这瓶。喂，香水与公司业务无关。您要买女士香水吗？送客户的。请确认客户身份。送给你。谢谢裴总。消费合理，申请通过。结账。我终于成功的亏损了。虽然只有2万块，但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2万块啊！这是亏损的一小步，却是迈向成功的一大步；这是财富的一小步，却是战胜系统的一大步。我裴谦，从今天起站起来了！好，明天大家都早点去公司，我将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宣布。好的，裴总。谢谢你，这瓶香水好好闻，我好喜欢。系统为什么允许我送礼物给林婉？是因为他本身啥也没买？喜欢就好，跟我不用说谢谢。你不是一直都用这个味道的香水吗？与你无关。应该我谢谢你们，你们帮我完成了这次胜利亏损。不过，我还是得卸磨杀驴了。海上油井的成功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辛勤付出，尤其是黄思博和包旭。他们鞍前马后，任劳任怨，才思敏捷。没有他们，这游戏肯定好不了。那该多好啊！所以我决定授予他们最佳员工的称号。感谢裴总的信任和栽培，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配合与帮助。这个奖杯应该是属于大家所有人的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宣布，从明天起，黄思博就不用来了。他的岗位将由吕明亮接任。裴总，你要开除我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是的，你没听错。我独创的首位淘汰制，专门用来淘汰人才，绝不允许黄思博和包旭这样的人阻碍我的亏钱大业。我要你离开，是为了让你去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为此，我将给你100万的创业基金。哇，这不是
淘汰是天使投资啊！嘿嘿，幸福大换1号，解决。现在轮到你了，2号。我知道你的梦想不是创业，是玩游戏。但是除了游戏，还有很多好玩的，所以我要给你无限期的带薪假。哇！这不是放假，是包养啊！裴总，我不想去，待在公司挺好的。哎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你想做好游戏，就一定要开阔眼界，这是工作需要，不能拒绝。好吧。我宣布，第1届腾达员工表彰大会顺利结束，让我们欢送黄思博和包旭。明天起，新项目起航。恭喜啊，博哥！走好，博哥！恭喜啊，恭喜！大家后会有期。等你想好创业方向，梦想基金就会陆续打给你。裴总特地嘱咐，不需要你出具计划书。说实话，游戏行业就是我的梦想，但我知道裴总的本意是要我为腾达扩展商业版图，我不能辜负他。要进去打个招呼吗？不了，分别的场面太伤感，他此刻心里一定也不好受吧。如我所料，初始资金又翻倍了，棒！你够敞亮，我也不含糊，区100万怕什么？有了上次的成功经验，我分分钟全部亏完。博哥，再见。接下来，海上油井的更新工作就交给你们了。裴总说了，鬼将和海上油井暂时都不会安排更新计划，人力全部投入到下一款游戏的研发。2款游戏正是最赚钱的时候，更新版本才是一本万利啊！说的是呀，连适应的时间都没有，直接就叫我挑大梁做新项目。哎呦，我心里真犯怵。跟了裴总这么久，你们还不了解他的为人吗？越是艰难险阻，他越是要迎难而上。一个不断奋进的人，绝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数钱的。李婉，你简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哎呀，资源都可以买现成的，做个游戏根本用不了3个月。不过这次得控制好他们的节奏，不能再让这帮家伙提前完成，免得有了时间跑去更新之前的游戏。结算前如有未发货的产品，结算日将延期。请问是否确定更新版本？当然确定。即将为您提交申请。友情提示：系统规定，新版本游戏必须有新的收费点。住手！想想都心有余悸啊！做砸一款游戏的关键是在策划上。之前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黄思博和包旭了。预祝新游戏大卖！哎，我们说，呸！不会说话就别说话。新项目得吸取教训，绝不给吕明亮自由发挥的余地。吸取之前的失败教训，这一次我要亲自上阵。既然玩家这么喜欢腾达，我就偏要做一款让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想玩的游戏。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款讲述游戏行业现状的游戏。是要将腾达的故事改编成游戏吗？不，是要揭露游戏行业的现状。
我们的目标不是让玩家玩游戏，而是要让他们发现我们现在的游戏行业存在着哪些问题，让他们意识到，怎么能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来玩游戏呢？那不会让玩家讨厌游戏吗？当然不会。当然会了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次我们要做的是文字冒险类，玩家全程只需要和纸片人对话就够了。这是一种古老又稳妥的游戏类型，是冒险游戏的分支。这类游戏以剧情为卖点，涵盖各类题材，一般都是以文字叙述和与玩家的交互来推动剧情。哦，听上去是个很小众的游戏类型啊。岂止是小众，游戏制作人这种内容一听就不吸引人，玩法还非常单一。是不是只需要绘制一批2D 的场景和人物原画，再添加大量的文本就可以了？不可以，那得花几个钱呢？不要照搬传统的文字冒险类游戏，腾达做事，力求创新，要用一种抽象的后现代的方式演绎。完了，我开始听不懂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会把要求讲得清清楚楚。内容很简单，玩家扮演一名游戏制作人，他的任务就是制作出一款游戏，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做出选择，每次选择都将导向不同的结局，就像这样。他们怎么了？游戏做好后，我选择了直接提交，没有检查，所以出现了问题，他们就乱作一团了。真好玩！类似这样的选择会贯穿整个游戏。更复杂一点的，还可以自由选择要做的游戏类型、付费方式、推广策略等等。每次的决定都会影响最后的盈利和销量，让他们完全猜不到结尾会发生什么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停电了。像这样的突发事件，你也可以设计。裴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设计。不过，这些 NPC 互动性不强，时间久了，玩家会不会无聊啊？他们一门心思通关，根本不会觉得无聊。放心啦，玩家不会因此被劝退的。那就行。我的意思是，林婉的担心确实存在。那咱们呢，就加点更刺激的东西。是什么？他们说话了。没错，我们在游戏中加入旁白。成天开会，也不见得工作做得多好。那么想加班，是因为家里老婆太难看吗？哇，好犀利的旁白！裴总将来的老婆才不会难看呢。怎么样，刺不刺激，精不精彩？裴总，我全听明白了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您的设想精准的还原。很好，要记住，这是一款靠辱骂玩家博眼球的游戏，旁白越难听越好。谦哥，年前我能不能去你公寓住啊？去呗，都放寒假了，你不回家？学校放假，公司又没放，大家都在上班，我哪好意思不干活呀？预祝新游戏大卖！他们上班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工作者，而咱们还是学生，学生就得放寒暑假。你准备放假了？年后见了。收费当然不能是买断制啦，那样不赚钱啊，笨蛋！停一下，这句台词情绪不对，重来。林婉，让我歇会儿吧，录3小时了。3个小时一句都没录好。吕明良，你再坚持一下啊，找找感觉。真搞不懂裴总为什么非要我来给游戏配音，我又不是专业的。何况现在正是游戏开发的关键时候，我作为主要负责人不去做游戏，却跑来配音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正是因为你是游戏制作人的负责人。他在讲什么呀？裴总煞费苦心亲自写的这些旁白，就是整个游戏的核心。他希望你通过配音，深刻的了解这款游戏的内涵，从而更好的将它做出来。你仔细看，
看出这些旁白都有什么特点了吗？哦，他们用的是免费字体。哦，每一句话都像是在诱导玩家去选择最容易实现利益的选项。但是，如果完全按照旁白指导的去做，最后就会口碑崩盘，被游戏中的玩家市场唾骂。很明显，这是一种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，带有强烈的反讽效果。裴总煞费苦心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垃圾游戏。是因为那些唯利是图的老板？没错，裴总书写的旁白，正是要将那些人内心里的贪欲赤裸裸地公之于众。游戏制作人不是一款辱骂玩家的游戏，而是在为玩家发声啊！我找到感觉了。那咱们重新开始。收费当然不能是买断制了，你也不赚钱，笨蛋！谁叫你一门心思只想赚钱，现在赔钱了吧，笨蛋！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我有点好奇，如果玩家不按照旁白引导的做，会怎么样啊？你问到了点睛之笔。你看，其中一条剧情分支就是在说，制作人把游戏做得太良心，结果完全收不回成本，最终黯然退出这个行业。说明游戏行业很残酷，光靠爱发电也是不行的。而我们看起来毫不费力的成功，都是因为有个人在为我们遮风挡雨。那个人名叫裴谦。你们还录吗？不录我要下班了。新助理啊，年前呢我就不进公司了，你让大家早点放假吧。啊，吕明亮不在，各项工作就先放缓。哦，宇宙新游戏大卖呀！总算是配完了，多亏有你，李婉姐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但是见解如此独到。我也是在进入腾达之后才成长起来的，从看山是山，到看山不是山，再到看山还是山。山？什么山？裴总这座高山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仿佛都不合常理，却总是能在谜底揭晓的那个瞬间让人恍然大悟。你以前在天火不是这样的吗？他们永远只会说一句。有类似的游戏吗？瞅一瞅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咱们现在做的游戏就是在披露行业乱象啊！是的，它将成为游戏市场的一道惊雷。宇宙新游戏大卖！你遭人抢了！裴总，请你让我回来上班吧。哎呀，工资都按时打给你了呀，怎么搞成这副样子？不是钱的问题，是空虚。旅游是不可能旅游了，如果您非让我休假，我只能回网吧。哎，成，你回来上班吧。舒服。包哥，我把新游戏的设计文档全都发给你了，你看看有什么需要改动的。新项目你先别管，让小吕锻炼锻炼。这段时间你没事就先打打游戏。我不看了。裴总亲自抓的项目，那绝对错不了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吧。那包哥，我去忙了。好，我也要开始忙我的了。创业还顺利吗？暂时没找到好的项目。那你这次回来是？我太想公司了，所以回来看看。裴总，这
终于打算更新海上油井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重新玩了几遍，又发现了一些漏洞。啊，报告，不如咱俩把海上油井再优化一下吧。行啊，顺便把鬼将的一些小瑕疵也调了。都上线那么久了，还一次版本升级都没做过呢。又能并肩作战了。耶！喂，更新版本？啊，抱歉啊，鬼将暂时没有更新版本的计划呢。稀有卡您都集齐了，那要不您再建个小号？实在对不起啊，我们没有增加付费点的打算。是的，没有终止项目。新武将暂时也不会出的。腾达几款游戏销量一直不错，怎么会跑路呢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不想赚钱，只是目前全部人力都投到了新项目。啊，您是说海上油井和鬼将都优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不是我们干的呀！感动，鬼将偷偷优化了！竟然都没有公告，默默做好事。腾达没有放弃鬼将，充值活动一概没有，直接优化游戏，我哭了。新版本有望，腾达一日不放弃鬼将，我们就一直陪下去。求求官方掐一口饭吧，我们有钱。就看新的充值项目吧，1万分之1。万人血书啊？什么书？万人血书啊，裴总。怎么会有玩家主动要求新的付费点？这不合理啊！他们担心鬼将黄了，希望可以付费支持一下。这帮人都疯了吧？裴总，现在怎么办？不理，不管，不更新。好的，可是游戏已经在逐渐优化了。谁干的？不清楚。把这人给我查出来！这个游戏你打了没啊？请问马阳在吗？他今天没来。您是画家阮光剑吗？我是。你是？我是您的粉丝，您有什么事，我可以向马阳转达。这是鬼将的新版角色，请马阳代我转交给裴总。裴总拜托您画的？我主动画的，不要钱。再见。原来偷偷优化鬼将的人是阮光剑。阮老师，请稍等。我看咱就别转来转去了，您直接交给裴总吧。啊？您怎么不进去？我不善言辞。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真诚是最好的沟通技巧。还是算了。裴总，阮光剑老师有事找您。谁让你优化鬼将了？剧情走向不对呀。您还好吧？裴总邀请我为新游戏画海报。谁叫你一门心思只想赚钱，现在赔钱了吧，笨蛋！很好，非常好。小吕，人才呀！不，这全是您的设计，我不过是您的思想搬运工罢了。你没有在里面自作主张加想法，从这点就能看出你是个忠诚可靠的朋友。裴总竟然说我是他的朋友，我没有问题了，按照原计划，愚人节当天游戏上线。好的，裴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拟了个推广方案，你拿去给林婉，叫他尽快安排。您之前不是不做推广吗？哎，这次我改主意了。
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鬼将我真的不打算出新版本。你只想做一个独立游戏工作室，不想被资本绑架，所以坚持非商业模式。你是在说我吗？但是，醒醒吧！虽说当年我们相遇时都默默无闻，不就去年吗？可以只为了我们俩心中的梦想去做鬼将。谁跟你俩？但是，现在的腾达已经名声在外，一举一动都承载玩家的期待，还有那些对游戏残存信念的同行，也需要你给他们希望啊！你这话倒是有点道理。腾达以前名不见经传，想要亏钱，不宣传是个很好的办法。但就像阮光剑所说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巴不得心无念想了你们。太过低调，反而又收割一波好感。怎么才能把好感败光呢？光剑啊，我想通了啊。不过鬼将暂时放一放，我有一款新游戏，十分需要你的协助。之前不是不做推广吗？裴总说他改主意了，这次不仅要做，而且要花重金做。花重金就请一个博主啊？裴总说这叫精准投放。可是这个文案写的是不是有点儿……连你也看不懂裴总的意图了。哎呦，我早就一脑袋问号了，本来还指望听你分析分析呢。我只知道裴总做的第一款游戏就被这个博主狠狠吐槽过，难道他是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？那也得让人家玩过游戏之后发自内心的夸呀。如果不管好坏，昧着良心夸，那腾达跟其他游戏公司还有什么区别啊？你懂什么？这就是总裁嘛，该霸道的时候就得霸道。本期的垃圾游戏大吐槽就到这里，各位观众爸爸们，请不要忘记收藏、分享、订阅哦。没错，又是我 ，B 站博主乔老师，游戏教父乔老师。虽然孤独的沙漠公路让我小火了一把，但是之后就再也没有遇到什么好的游戏素材。不光好玩的游戏没有，就连很出众的沙雕游戏也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该改行了吧？你好，我是腾达游戏的运营林婉，想跟您谈一下商务合作，您现在方便吗？不能马上回复，否则显得我很不值钱的样子。3、2、1，好，可以了。怎么没动静了？我报价多少合适呢？1500，会不会有点高啊？喂。您好，乔老师，我是刚才给您发私信的林婉。我们公司近期要推出一款新游戏，希望在您的节目里做推广。费用的话，1万可以吗？1万可以吗？1万可以吗？乔老师，您还在吗？乔老师，费用的话1万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发什么样的视频？您说。这是解说词。虽然您的节目以吐槽著称，但是这次您必须用真诚的夸赞口吻来推荐。这词能改吗？1个字都不能改哦。我们视频作者都有很鲜明的个人风格，双方合作至少得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，要给视频作者自由发挥的空间。价格给您涨到2万。能让我先玩一下你们的游戏吗？不能，只提供10秒的游戏录屏。这活真的没法接，另请高明吧。我虽然只是一个没钱的视频作者，但我也是有尊严的。价格还可以商量。要不，我专门为贵司重开一档节目吧，就叫本月新游推荐。我可以为你们的游戏连推12个月。5万。垃圾游戏大吐槽
是我苦心经营多年的栏目，我不能自砸招牌啊！水后，资料发过来。什么鬼啊！接受广告的暴击吧，误导玩家！太过分了，我不接了！账户到账5万元，汇款方腾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。干完这票，改名换姓重开个栏目也不是不可以。等等，腾达，好熟悉的名字，是他。他该不会记仇吧？乔老师接了。小有挣扎，但还是接了。哎呀，真是给乔老师出难题了。价格方面没亏待人家吧？完全按照您的指示，5万1分不少。那就好。哼，让你当初搞我，害得我5万块没亏出去。你，现在全部划到你头上。哼。几个月前还只能做独立游戏的那家小公司，摇身一变成金主爸爸了。他该不会是记仇吧？因为我狠狠吐槽过他的游戏，所以这次他要用更狠的方式毁了我。可我也没得选，我想做个好博主啊！我觉得这儿还可以再调整一下。李婉。哦，原来鬼将海上油井的优化是你俩做的。千万别告诉裴总，我们只是想……我明白，我就当做不知道好了。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明天新游戏上线，我来确认一下物料是不是都安排妥当了。选择愚人节上线，真有想法。你们感觉新游戏如何？我很有信心，但也有同事觉得枯燥。这种游戏的趣味点就在于每个选择背后的未知，而设计组一早就看过了剧本，就像一部悬疑片提前知道了答案，自然觉得枯燥。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觉得游戏很有意思，非常特别。哇，能得到包哥这么高评价，看来不简单呐。可这并不代表这款游戏能赚钱。为什么？因为太超前了。新事物的诞生，往往都伴随着质疑。是啊，所以裴总的内心一直很孤独。这种孤独感，甚至融入在了他的每一款游戏中。岂不是说，如果游戏亏了，不仅几百万打水漂，而且裴总还要背上骂名？就是失败了，也只能证明是现在的玩家配不上这么好的游戏。没想到，裴总谈笑间，竟做了个生死攸关的决策。可叹。爸爸们，各位亲爱的爸爸们，愚人节快乐！我就是游戏教父乔老师，这是我首次真人出镜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激动的心情隆重推荐一款巅峰之不是吐槽，是 crazy 推荐。这款游戏叫《游戏制作人》，知道它的制作商是谁吗？腾达呀！哇！先生们、女士们，我从没如此期待过一款游戏。来看，多好玩！看不出来吗？那是你家！GAMP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好酷呀！接受广告的暴击吧，误导玩家！非常棒的一次推广。不好了，腾达被骂上热搜了。什么？
不出所料，这些是什么？全都是玩家们捡的。网上已经炸开锅了，许多人专门为此发布了谴责视频。愤怒！最后一个有良知和操守的博主乔老师也开始掐烂饭了，而且要么不掐，一掐竟然掐出了个史上最恶心、台词不堪入耳、三观最沉渣渣。谁都不会想到，我要毁的不是乔老师，而是游戏制作人。这种台词明显不是乔老师的风格。你们看，乔老师在视频里眨了好几次眼睛，他是被绑架了。乔老师一直坚持吐槽烂游戏，与玩家壁垒，导致他接不到任何游戏推广，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有多窘迫。所以腾达拿钱把乔老师的底线砸穿了。找一个专门吐槽垃圾游戏的博主来推广一款辱骂玩家的游戏，如此嚣张的做法自然会引起反感，并且会把对博主的同情转化为对游戏厂商的愤怒。腾达不仅在羞辱乔老师，更是想毁掉垃圾游戏大吐槽的信誉。这样一来，烂游戏就可以骗更多玩家。视频里只有尬吹，说不出任何优点。可是海报又做得那么酷炫，种种迹象表明它就是一个骗钱的游戏。最可气的是，游戏里只有辱骂玩家的台词。林婉，你去哪儿？我要想办法挽回局面。抵制腾达！辱骂玩家的游戏太猖狂了！跟资本对抗，给乔老师捐款！坚决不购买游戏制作人。从投入巨大、热度极高，到全民抵制、销量惨淡，这一局我直接将军。裴总说，这几天公司如果没有什么事，就都早点回去吧。游戏制作人今天的数据怎么样？下载量是寥寥无几，都在吐槽这次的推广，说咱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说游戏旁白在辱骂玩家，还说腾达亲手败光了之前积累的人气。看来那个视频给玩家的第一印象很难改变了。怎么办？我负责的第一个项目就这么黄了，我没脸面对裴总啊！听天命，包哥，我大白天的你怎么来了？我最近认识了个做传媒的朋友，今天特地把他请来给腾达专访。你们好，我叫胡月，是游乐时光传媒的编导。还傻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准备准备，这可是挽回口碑的大好机会。因为第一次做嘛，我很不自信。是我的无能，搞砸了游戏制作人。我只要按照裴总的要求去执行，具体的管理他从不过问。我只能离开腾达了。我也不再负责具体的研发工作。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垄断游戏行业。听天命啊！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哎，节目做得很好啊！李总喜欢就好。胡主编，咱们游乐传媒以后还得多仰仗李总，该怎么做你心里要有数。请老板和李总放心，腾达因为推广丑闻已经焦头烂额了，我这篇报道再大肆渲染一番，他必然成为众矢之的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游戏制作人我玩了，确实不怎么样。你的报道只是实事求是，还大众一个真相，我支持你。叫你欺瞒观众，你谁啊？恶意剪辑，你在诽谤裴总！我可是有职业操守的编导，你注意说话的分寸。林小姐，别生气啊，都是误会。哎呀，胡编呐，
你不能胡编乱造，对不对啊？神华集团可是我们游乐传媒的大金主，抨击腾达就是在得罪神华，你自己掂量吧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腾达本身就无可挑剔，裴总是我见过最好的老板。报道要实事求是，还大众一个真相，所以宣传就拜托您了。一定，我这就安排胡主编重做。哎呦，富辉资本的李石跟神华集团的林婉可比不了啊！他是神华的？哦，神华是他的。感谢您接受本次专访，可是您为什么只同意回答3个问题呢？得让他出个负面报道，让风评变得更差。抱歉了，姑娘，我要毒舌了，因为我不希望你们这些颠倒黑白的媒体人浪费我太多时间。好坦率，好酷啊！您一向低调神秘，为什么这次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呢？因为林婉要我来，隔5分钟就打个电话，谁受得了？原来如此，他默默守护着他的声誉，他为了哄他高兴而打破原则，这难道就是豪门千金和新贵精英的双向奔赴吗？调试好了，咱们开始录制。你只能问1个问题了。刚才那2个不算正式的吧？算。好，第3个也问完了，采访结束。再多问1个问题，就1个。你做游戏的初衷是什么？亏钱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搞砸游戏，把钱亏光。是真话哦，你信吗？我没有，不是我说的。哇哦，视频里你一共说了30个哇哦，你这不是跪舔，是趴下来舔。甜不甜菜呀？给我站一交代！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乔老师的1世1命算是毁了。不行，死也要死个明白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游戏到底有多烂。从下载开始就有槽点了。孤独的沙漠公路烂归烂，至少还有羞耻心，售价才1块钱。游戏制作人竟然卖到28块，无可救药。开始吧，你让我私聊私聊，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游戏制作人，一听就不是专业配音，这点钱都省。入行或许是为了高薪，或许是为了出名，又或许你有着拯救国产游戏的伟大理想。你期待着有一天能拿奖拿到手软，登上《时代周刊》，公司上市，赚得盆满钵满，从此走上人生顶端。但是你开局只有1台电脑，现在首要任务是在这个残酷的市场中活下去。奇怪，这游戏好像还不错啊。让我想想，做一款什么游戏呢？先随便选吧好了。不知天高地厚，做这种游戏是需要很多钱的，你做不好的。我决定做一名 UP 主。这需要天赋和运气，做不好的。就是，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难道这游戏真的还不错？不赚钱啊，笨蛋！细节不用做得多好啦，穷玩家又买不起好显卡。钱要全部花在推广上，游戏做得好没用的。啊！完全按照指示做的，怎么会？谁叫你们心思只想赚钱？现在赔钱了吧，笨蛋！看来是很写实的剧情呢，估计得做款良心游戏才能通关。再来！日常可不会给你评个最有良心游戏奖，
他。由于资金链断裂，你失败了。视频做的挺用心，但很无聊。建议博主还是找个工厂去上班吧。哎，身为游戏制作人却没有想法，只知道借鉴其他成功游戏，活该又失败啦。博主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，完全是在堆砌网络流行语，不好看。垃圾游戏大吐槽的视频内容非常优秀，博主真棒。周瑜成长为合格的游戏制作人了，每一次决定都慎重有睿智。可是，即便很努力，也不一定换来成功吧。原来我错怪裴总了，他不是在报复我，这游戏真的是神作啊！随着一款名为《孤独的沙漠公路》的游戏，腾达这个名字走入了国内玩家的视野，并且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成绩。这匹行业黑马是如何诞生的呢？一切还要从一个传奇的人说起。简直一派胡言！滚将打败了六曲三国，海上油井碾压了张衡，裴总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游戏行业的赚钱模式。哎呀，怪不得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呢！原来是你做的，可以啊，谦哥，你简直就是做游戏的天才。他会发自内心的关爱员工，对待下属慷慨大方。新助理，你要知道，好的工作环境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，也能提升我们的公司形象。游戏的内核和创意其实来自裴总，功劳属于他。换季添2件新衣服，还有水电燃气费、交通费，所有这些加起来1个月开销3000，过分吗？您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如果我只给你2000的工资，那就太过分了。刚开始我很不自信，但是裴总不断鼓励我，给了我很大的勇气。我宣布，从明天起，黄思博就不用来了，他的岗位将由吕明亮接任。他是一个天才设计师，但是没人比你更懂游戏。信封里有我的名片，考虑清楚了联系我。裴总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，让人为之着迷。他不仅在设计上有极高的造诣，宣传手段更是炉火纯青。你的设计想法就是我的标准，我相信你的艺术水平和专业能力。他是孤独的，因为理念超越了时代，所以总是被人们曲解。我对他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：高山仰止。永远都看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。腾达不惜成本，不计代价，只为做出精品游戏。低调的裴总给玩家和市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我亏定了。火了，裴总，这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吗？什么火了？你在说什么啊 ？B 站啊，乔老师的视频火了。哎，乔老师的视频火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分析我们游戏制作人的视频火了呀。他要干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乔老师。我知道大家想说什么，不过在大家开喷之前，我首先要很遗憾地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。4月1号的愚人节，腾达和我开展了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但这次行为艺术测试的结果却让人感到很难过。当然是假的了，根本没有什么行为艺术。裴总证明了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，思想是多么的贫瘠。一段装疯卖傻的视频，轻易就能摧毁一部呕心沥血的游戏作品。胡说！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目的。当一个视频为了博人眼球无所不用其极，人们就会自发跟风，瞬间形成一种特殊的传播趋势。这证明了
一个恶意卖傻的短视频，只要足够拉低下限，跟风的人就会层出不穷。这场行为艺术的目的就是测试人们浮躁的心态，揭露短视频行业的现状。而这种揭露行业现状的行为，和腾达新出的一款游戏神作如出一辙。你可千万别说这部神作就是游戏制作人。没错，这部神作就是游戏制作人。它有着丰富的内涵，与玩家能产生灵魂的共鸣。它揭露了行业的现状，讽刺了行业乱象。无论是配音、美术风格，还是具体的玩法，都充满着创新，充满着诚意。然而，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游戏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？毁誉参半，玩家们并不认可。我就是希望玩家们不认可才这么做的呀。短视频和这款游戏的对比，才是这次行为艺术的核心所在。这本身已经足够讽刺。不要再说了。玩过这款游戏，你就可以明白游戏制作人是个多么苦逼的职业。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我感受到的共鸣异常强烈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明明没有任何游戏制作的经历。仔细想了一下，这是因为制作视频和制作游戏有共通之处，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出者都是同样的心态：孤独。因为被曲解是表达者的宿命。腾达潜心开发的这款游戏，一定预料到了这款游戏会销量暴死，会收不回成本，但是他们不在乎。他们真正想做的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思考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应该追寻什么，要怎样生活。这就是我称他为神作的原因。我要发律师函，我要告你们诽谤！都在刷屏，超越时代的天才。楼下的饺子馆开了专访，说要跟咱们做联动。快看，游戏下载量在激增，逆风翻盘了！和大刀阔斧的创新精神，成为国内游戏行业的新标杆。让我们一起祝福在裴总领导下的腾达再创辉煌。我突然有一种孤身对抗全世界的无力感，多希望出现某个人帮助我。你不觉得搞这种专访很下作吗？的确下作呀，终于有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了。您是哪位？复辉资本总裁李石。裴倩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段买通了媒体，但是腾达故意挑衅的目的很明显，尤其是你专访里不露脸，那是我这一季出场的方式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接下来我不会再心慈手软。啊？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但是他好像是在有意针对腾达，尤其是那句“我不会心慈手软”。或许我不用再孤军奋战了。你好，宿主裴谦，你又想干嘛？电视机，系统即将为您开启特殊任务。祝您挑战成功。